同样是修仙，当其他人苦求飞升无果时，这个男主每天却只是吃葡萄运球，就修到了仙帝境界。哎呀，公子，你也吃我的嘛！不能再吃了，再吃我的冰粥都要发光了。我靠，我不要生了！很快，整个天庭都得知了艾坤发光的消息。这光芒是先帝在世啊！天庭不可一日无主，我等速速迎接先帝归来。天庭全员连忙倾巢而出，不多时便来到艾坤所在之处。只是他们没想到，堂堂一介先帝竟然住得连狗窝都不如。真的是先帝啊！我勒个豆，不会刚才那一下就把天庭顶翻了吧？先帝，您不能再沉沦于此等俗物了，天庭自有珍馐供您享用，还望先帝随我等回去主持大局。原来如此，你们说的也是，天庭还有那么多仙子等待我的拯救，我怎可不思进取？随后，艾坤跟随众人，很快来到天庭。这大云果真是柔啊！恭迎天庭之主归位。好家伙，天庭还真是3届6道来朝，那这礼尚往来的。艾坤终于醒过来，发现原来自己抓的是一本奏折。先帝别睡了，你的仙体又不会疲劳。先帝，这还有9527本折子等您批呢。谁家好人上天是来当牛马的啊？没想到996还真是福报，这007谁顶得住啊？终于有一天，艾坤幸运地触发了打工人结局莫名猝死。糟了，下一世老子在修仙就是狗。叮，恭喜您已死亡。我尼玛，这就没了？那你恭喜个急冒啊！别急，本天道非常仁慈，不仅会送你去到新的世界，最重要的是还会保留你的地境修为哦。果真吗，义父？99真，我现在就送你过去。等艾坤在睁眼，发现自己真的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我操，这是哪？这是谁要结婚？怎么没看到新娘？不会是被绿了吧？不是哥们儿，新娘都跟人跑了，你还搁这儿傻站着呢。桥头麻袋，难道我是苦主吗？此时无数记忆涌入艾坤脑中。能不能打断一下？我还没喊30年河东30年河西呢。喊你个头啊！赶紧啊一声。好啊！原来这具身体的原主也叫艾坤。第一次见到柳如烟时便觉惊为天人，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不是苦主就算了，怎么还是个舔狗？不出所料，一穷二白的艾坤根本不可能和柳家千金在一起。但是刘老爷子偏偏就点名让艾坤做自己的赘婿，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婚礼。原来如此，我好歹也是堂堂先帝天庭之主，怎么可能入赘到别人家里去啊？你们知道带走柳如烟的是谁吗？谁呀？看着还挺眼熟的。那是龙家3太子龙傲天，江南省真正的顶级豪门少爷。什么？那岂不是比这小白脸好10000倍？刘老爷子怎么不和龙家联姻？不是哥们儿，你聊天就聊天，说谁小白脸呢？看我大黄求天！艾坤抬手起誓，却无事发生。我不是地境修为吗？怎么没有反应？温馨提醒，我靠，你诈尸啊！因为上次忘了说，这个世界的灵气是很稀薄的哟，以后宿主还要多多努力。狗东西，都走了还坑我，去死吧！你们继续。不用管我。而且听说龙家老太爷和刘老爷子是死对头，柳如烟为了嫁给龙傲天，都要和柳家决裂了。你说刘老爷子气不气？原来是这样，哎，现在就看这小白脸还要不要脸，敢不敢继续入赘柳家了？未婚妻被当场带走，是个男的就忍不了这口气，我猜他是不会入赘了。听到这里，艾坤大概已经熟悉剧情，于是冷冷一笑，走到舞台中央，冲着刘老爷子微微行礼。柳伯父，事已至此，这婚礼不如就。小艾，大婚当天被这样羞辱，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理解。照这情况，要是入赘到柳家，那只能过上吃喝不愁，一辈子开豪车住豪宅，还得和柳千金各玩各的，天天被明星嫩模骚扰的生活，那算是彻底废了。啊，不是。这哪是人过的日子？我看这个艾坤还算有骨气，这他喵的才是神仙该过的日子啊！老爷子，我看这婚礼不如就继续。听到以后不仅啥事都不能干，还必须躺平一辈子，艾坤顿时失去了所有力气和手段。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老爷子，实不相瞒，我打小的梦想就是做一名优秀的赘婿。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又被深深震撼。这都能忍？艾坤做什么都会成功的。你们懂个屁！这原主哪里是舔狗，明明是最天才的投资人啊！原先的我对深情人设嗤之以鼻，现在的我选择逐帧学习。一旁的司仪脸色十分难看，因为这已经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次危机了。我勒个豆，生意怎么这么难做？上一次当司仪是婆婆喝醉了酒，当场强吻赘婿，这次又是什么？死嘴，快讲2句啊！没办法，司仪只能挂着职业假笑，按照流程上台。下面有请男方上台说2句。我操，我在说什么？没想到此话一出，艾坤还真大步流星走上舞台，拿起话筒。嘿嘿，没等艾坤开口，台下记者早已疯了似的挤了上来。艾先生，你作为一个有手有脚的成年人，不思进取，只想当凤凰男，你有做人最基本的羞耻心吗？艾先生，你费尽心机成了柳家的上门女婿，却在婚礼当天未婚妻跟别人跑了，现在还当众宣布不想退婚，你的尊严呢？都被狗吃了吗？忍不了，根本忍不了一点。这哪里是记者，分明是龙家3少那个狗东西找来的托。艾先生，圈内都说龙少爷和柳小姐是神仙眷侣，你是第3者插足，请问你会主动退出成全他们吗？你为什么不说话？是心虚了不敢回答吗？呵，巅峰见证虚伪的拥护，黄昏迎来虔诚的信徒。接下来你们给我听好了，现在不管我说什么，
今天的事儿都很难收场，那竟然如此。只见艾坤的头呈45度角仰望天空，眼角晶莹的泪水划过圆润的下颌线。其实你们搞错了，是柳如烟对我一见钟情，并展开了疯狂的追。听到艾坤的话，在场的记者全都沉默了，而他则继续声情并茂的输出。当初如烟对我一见倾心，死皮赖脸缠着我，我逐渐被他的真诚打动，才接受了他。恋爱多年，他常常为了我要死要活，刘老爷子也对我青睐有加，我们这才顺理成章订婚。说到这里，艾坤的语气越发愤怒，随即换了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可谁知道龙傲天这只癞蛤蟆竟然横插一脚，利用龙家的权势强行逼迫如烟嫁给他。这么说，是刘老爷子不屈反抗，执意举行婚礼，而这个卑鄙无耻的龙傲天就跑到婚礼现场来抢婚。没错，如烟她是为了保护柳家，保护我，这才不得不跟他跑了。没想到其中还有这样的隐情。我好懊恼，怎么自己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爱哭鼻子的傻瓜？我好恨自己，恨自己的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如烟被带走，却什么也做不了。众人在短暂的沉默之后，竟然啪啪鼓起了掌。麦克阿瑟表示，论无耻，他在艾坤面前就像个新兵蛋子。无耻到如此浑然天成的境界，实在是平生仅见。另一边，和龙傲天逃出去的柳如烟正纠结不已。如烟，你后悔和我离开了吗？当然不，傲天，我心里只有你。那你放心，我已经问过老太爷了，等我们成了婚，上一代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傲天，我家老爷子的性格我了解，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说服他的。还有艾坤，他毕竟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夫，也需要给他一个解释。听见这句话，龙傲天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如烟，那小子就是个无权无势的孤儿，给点钱打发就得了。他毕竟是老爷子钦定的女婿，不给他一个解释，老爷子那边不好交代。那好吧，今天就先送你回去。终于编完了，我的脚趾都能抠出1亩3分地了，但无所谓，只要今天这个局能解，我的表演就还要继续。于是艾坤痛哭一声，一副怨愤不已的模样，双手捂住自己的胸口，脑袋一歪。而刘老爷子也很识趣的看懂了艾坤的操作，连忙上台宣布：各位见谅，小婿一时受了刺激，婚礼只能延期了。众人听到此话，也识趣的散场。艾坤见众人都散得差不多了，便起身向刘老爷子辞别。刘老爷子也表示理解。艾坤，外面风大，这个你拿去。嚯，好家伙，全部身家加起来竟然只有5000块。话说回来，我在原来的世界是可以通过读取功法经文吸收灵气的，既然我名义上还保留了大地修为，不知道在这个世界还可不可行。艾坤想罢走进一家书店，随后拿起一本书。您眼光真毒，这本是我个人今年的最爱，差点就想藏起来不卖了。作者写的非常真诚，读完之后就像心里下了一场雨，绵绵无绝期。就这样，被虔诚信仰忽悠瘸了的艾坤和书店老板相谈甚欢，直接花了4999买了250本书。老板，钱扫过去了，剩下这一块钱连公交地铁都坐不了，不过不用慌，只需等一个 timing。没多久，一辆豪车就停在了艾坤眼前，车窗缓缓摇下，一张清丽脱俗的脸蛋浮现出来。帅哥，去哪儿？我载你。艾坤也不客气，直接就上了车。送我回去的这个女人叫红梅，上市公司集团女总裁。她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的就把车停下了。那有兄弟就要问了，主播有没有不吃芥末的打法？有的兄弟有的，像这样的方法还有9种。艾坤哥，你说的其他9种到底是什么？艾坤笑而不语。这个世界虽然灵气稀薄到可以忽略痕迹，但身为堂堂仙帝，使一些小巫术还是没有问题的。不一会儿，艾坤下了车，便直截了当说道：“我没有钱，付不起车费。”没关系，我也刚好顺路回家。哦，是吗？既然如此，我还缺点别的东西。红梅疑惑地看着艾坤，眼神里还有一丝小小的期待。他该不会想要喊我上去坐坐吧？那我是答应呢，还是答应呢？红梅姐，你眉心隐隐泛黑，今晚的归途只怕不会太顺利。11点之后就不要开车了，休息一下。听到这话，红梅扑哧一笑。好险，差点就做了对不起观众老爷的事情。艾坤哥还懂这个？古话星象之术，旁支小道罢了。好，我会注意的。艾坤目送红梅离开之后，便就上楼回到了自己家里。虽然这辈子不打算修仙了，但身为仙帝的境界还在，只要有足够的灵气，就能立刻恢复到曾经的巅峰水平。艾坤开始打坐冥想，虽然肉身受限，但精神力维持着很高的水准，1秒钟就能看完一整页的内容，体内的灵气似乎有所聚集。这他喵的不是我家吗？还有谁会来？你怎么会在这里？算了，碰到了也好，我想和你谈谈，我们2个并不合适，我希望你能向爷爷主动解除婚约。听见这话，艾坤理所当然地摇了摇头。不行，果然，艾坤是对我感情太深才不愿意放手。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喜欢，但我不喜欢你，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你说对吗？我不勉强啊。你这人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啊？你也不用勉强啊，你可以把我娶了，然后继续和你的傲天哥哥玩，我一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柳如烟听见这句话大为震惊，心底竟还有一丝感动。难道他为了我，竟然甘愿卑微到尘埃里吗？犹豫了许久，柳如烟决定还是问出来。不是，你到底图什么啊？当然为了钱啊！能做一名好吃懒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赘婿，是我从小就追求的梦想。柳如烟听完艾坤的话，气得转身推开门就走。明天之前搬出我的房子。深夜的公路上，开车的红梅忽然感觉到一丝疲惫，低头看了一眼手表，10点58分。红梅脑子里忽然想到艾坤留下的提醒。红梅姐，你眉心隐隐泛黑，今晚的归途只怕不会太顺利，11点之后就不要开车了，休息一下。算了，就休息一下吧。想罢，红梅把车开到旁边的加油站，心底又暗暗好笑，自己怎么会相信这种子虚乌有的东西？结果转头就看见旁边一辆大货车飞驰而去。由于夜间行驶看不清路况，路面居然开裂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口子，因此整个货车都侧翻了过去。他说
说的竟然是真的。再回想艾坤说的话，红梅暗暗心惊自己逃过了一劫，心里想着等到日后肯定要好好感谢一番。翌日，艾坤还在家里睡着懒觉，就被连续几通电话吵醒。喂，谁啊？艾坤，几点了还不上班？你要死啊！艾坤这才想起来原主的身份是一个职场牛马，不过转念一想，身为先帝就要有先帝的逼格，别人一喊你就眼巴巴的凑上去，那也太丢份了。于是艾坤挂断电话，舒舒服服睡到了10点，方才磨蹭的来到公司。刚进门，一张漂亮的脸蛋马上吸引了艾坤的视线。定制款，俗话说得好，只要能躺平，哪个富婆的软饭不香？棒谁不是棒？艾坤还在想着怎么和这位新富婆认识，苏欣然已经急急忙忙的跑到艾坤面前。郑主管现在很生气，正叫你去他办公室呢。艾坤把眼前的景象和脑海中各种女人仔细对比一番，这才确定她就是公司里的第一美女苏欣然。知道吧？见艾坤扭头就走，苏欣然满脸。你不打算去办公室吗？难道我去了他就不生气了吗？苏欣然被艾坤问住，一时间愣在原地。没等他烧烤明白，艾坤已经走到自己的工位上，不料此时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拦住了。站住，你必须去。艾坤同样想了半天，才想起眼前说话的这个人是谁。王刚，苏清梦舔狗之一，平日里不是嘘寒问暖，就是送礼转账，只是苏清然从来不收。呵，以前的艾坤可能会畏惧王刚，但现在的我作为先帝转世，可不会惯着他。凭啥？你不过去，到时候程主管迁怒我们怎么办？你要还是个爷们儿，就别因为自己未婚妻被拐跑了，害其他人受罪。你懂我是什么意思吧？闻言，艾坤思虑良久，才知道柳如烟逃婚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江南省。大家都知道柳家有一个窝囊无比的赘婿，不过艾坤并未理会，而是转头看了一眼身边娇滴滴的苏清梦，又想起了昨天晚上看的书。书上说，雄性为了获得和雌性的交配权，会表现出对其他雄性的攻击性，果然是对的。艾坤思虑良久，扭头看向苏清梦。我懂，毫无疑问，他想跟你交配。此话一出，苏欣然的脸蛋刷的一下通红，而王刚知道自己的小心思被揭穿后，同样恼羞成怒。你胡说八道什么？我靠，艾坤疯了吧？他敢这么跟王刚说话？虽然大家都想和苏清梦搞教培，但他敢说出来，我只能夸一句牛逼。听说王刚每天都健身，艾坤一副弱不禁风的小白脸模样，说不定会直接被打进 ICU。不出意外，怒火中烧的王刚说完，直接朝艾坤扑了过来，但艾坤对此只是轻蔑一笑。前世和别人干架的时间加起来几万年都有了，虽然现在没了先例，但在我眼里，他也浑身都是破绽。只听砰的一声，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因为身形魁梧的王刚被艾坤一脚踹了出去。好了，大家都是一个办公室的，没必要闹得不愉快。艾坤刚刚被人戴了绿帽，心里不舒服，说话冲了点，也很正常嘛。王刚听见这话，也抓住话柄开始阴阳怪气起来。我倒是忘了，他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软饭都吃不明白，我也没必要和这种窝囊废置气，一点担当都没有。这种人还想傍上豪门，做梦！闻言，艾坤的大脑再次烧烤，他看向眼前的妖艳女，看穿了她的情况。妖艳女30豪杰，毕生的梦想就是嫁入豪门，没想到梦想却被我这个同事抢先实现。艾坤想了想，从包里拿出一本书给妖艳女，十分真诚地说道：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应该能帮助你走出现在的困境。妖艳女看了一眼书名，推迟绝经期，女人一定要做好的3件事，浑身颤抖不止，显然被气得不轻。都在闹什么呢？程主管，艾坤他诅咒我绝经，破坏同事之间的团结。有这回事？我是好心好意想帮他解决问题。今天早上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还是上班迟到了？我不是请了2天假吗？那是因为之前你是柳家的女婿，特批给你的，现在订婚宴都黄了，还把自己当个人物呢。说正事，我手上有一个莱恩公司的项目，谁接？闻言大家都没做声，因为莱恩公司在业内是出了名的难合作，项目成了是主管的功劳，项目没成就是负责人背锅。眼看大家都蔫了，程主管直接把项目书丢在艾坤面前。阿坤，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我相信你的能力。众人都在幸灾乐祸，一旁的苏清梦也疯狂给我使眼色让艾坤拒绝。但前世作为先帝，艾坤主导不太多3届6道的大工程，如今只是一个几百万的项目，自然不被艾坤放在眼里。行，但我需要一个搭档。可以，你想要谁？艾坤邪魅一笑，指向了一旁的苏清然。我。苏清冉作为我的潜在目标客户，自然是有机会就要多制造相处的时机。闻言，程主管也没什么意见，点点头就离开了。随后众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位，只有苏清然还站在艾坤旁边。不是，你这人怎么恩将仇报啊？艾坤微微一笑，打定主意先装多傻。你刚刚一直给我使眼色，不是想加入进来吗？我那是……哎，算了，这下完蛋了。别慌，哥带你赚项目奖金，项目实现有1周，这意味着我有6天的时间可以摸鱼。想明白后，艾坤决定郑重地找一间自己喜欢的厕所。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时间，既然柳如烟的房子不能住了，作为柳家准女婿，去柳家要1点零花钱不过分吧？但柳家住在几十里外的康帝庄园，而艾坤身上连几块钱的地铁钱都掏不出来。正在犯难的时候，旁边的动静引起了艾坤的注意，于是艾坤走过去。金梦，你就陪我去看这场电影吗？我都邀请你好几次了，等电影看完，咱们还可以交流一下工作经验。对啊，淑女神王刚都等了你好多天了，这小子人一片痴心，给个机会嘛。就算现在没感觉，多接触接触之后，说不定就有感情基础了呢。艾坤看出苏欣然本来就不太擅长拒绝别人，前面拒绝了王刚那么多次，这次又有王刚的几个好哥们当僚机，心下一直在犹豫，正准备无奈应下之时，却看见朝自己走来。
苏欣然，这你的车。见苏欣然点了点头，艾坤也不等他反应，迅速跳上副驾，系好安全带。正好，我没钱坐车，你送我去康帝庄园吧。苏欣然这才意识到艾坤在帮自己解围。不好意思了，王哥，我今天要送阿坤。苏欣然说完，立刻上车，踩着发动机扬长而去。哎，欣然，王刚还想追时，发现车子已经开出去老远，只得恨恨地摇头。艾坤，又是你，我早晚会让你后悔的。车内，苏欣然还沉浸在英雄救美的欣喜中，不等艾坤开口，便主动闲聊起来。艾坤，你住在康帝庄园吗？没有，我的准岳父住在那边，我现在去找他要点钱。苏欣然一愣，没想到我会说的这么直白，扑哧一声直接笑了出来。不愧是公司第一美女，真有沉鱼落雁那味儿。1小时后，车子停在了康帝庄园前，艾坤还要回柳如烟那边拿点东西。欣然，等我一下，我去就回。爸，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个女婿。柳伯母鼻孔朝天，打心里也瞧不上这个穷女婿。哦，建国，我卡里没钱了，给我转点。柳伯父听到这话瞬间被气笑。阿梅，你来给这小子打发走。那我也喊阿梅。你也配这么称呼我？阿梅，这都晚上10点了，建国还出去应酬。我今天看了好几本小说，都是中年富豪出轨了，小三上位，原配被扫地出门，你可得小心哦。管家，把闲杂人等轰出去。艾坤只能无奈地回到车上。小说里全是骗人的，说什么只要和我女儿分手，就给500万分手费，现实里一个比一个抠。听到这话的苏欣然又被逗得咯吱笑。艾坤瞥见这一幕，心情也好了不少。欣然，你送我回家一趟吧。艾坤连输了几次密码都不对，掏出手机一看，才发现柳如烟的短信。好你个柳如烟，做事这么绝，竟然连密码都改了，这下我回哪里去？好，30年河东。艾坤小发雷霆，回到苏欣然车里。那个，你能借我？话说到一半，艾坤顿了顿，想起书上看到的借钱套路。据说，当你想借钱时，不要直接开口借，先提一个过分的要求，等对方拒绝了，再提借钱，对方就会容易接受得多，这个叫让步效应。我家进不去了，我能去你家睡吗？可以啊。不行的话，借我点钱住旅馆好了。等会儿，苏欣然的车缓缓驶入私人道路，不远处堆着错落有致的别墅群。艾坤看着窗外掠过的私人湖泊、高尔夫球场和停机坪上那架显眼的直升机，不自觉地坐直了身体。你住这儿啊？对呀。你家是哪幢？这里所有的别墅都是我家的。明明都是汉字，组合在一起，艾坤却感觉自己怎么也听不懂。那还说啥呢？必须紧急提高客户级别，上调到 SSS 级，一切工作内容以苏欣然的需求为最优先。到了，下车吧。艾坤深吸一口气，努力维持着自己作为先帝的体面。环境尚可，勉强有我曾经洞府的3分神韵。实则不然，我以前那天停的凌霄宝殿跟这一比，也就是个精装修的大户型。说罢，艾坤眼神火热，盯着苏清梦的背影快步跟了上去。香香富婆，我来了。一进门，艾坤先是看到一个堪比足球场大的客厅，又抬头望了一眼天花板上吊着的水晶灯，比划一番，发现灯比他的出租屋还大。这一次，我站在屋里是牛是马都分不清了。小姐，您回来了。这位先生是？哦，李管家，这是我同事艾坤，他暂时没地方住，在我这儿借住几天。叨扰了，顺便问一下，咱们这儿包晚饭吗？扑哧一声，苏清梦又被逗笑，李管家则保持着职业性的微笑，看来专业素质果然够硬。当然，先生，晚饭已经备好，是中式还是西式，您随时可以吩咐。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要。对了，有煎饼果子吗？加10个蛋那种。李管家的面部肌肉微不可察地抽搐了一下。我可以让厨师立刻学习。很好，软饭硬吃的第一步，从点餐开始就要掌握主动权。餐厅里，餐桌上摆满了各种菜式，艾坤吃得风卷残云，毫无形象可言。而苏欣然只是小口喝着牛奶，一边好奇地盯着艾坤。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对了，昨晚睡得好吗？还行，就是床太大，半夜摸不着边，滚下床一回。对了，欣然，商量个事儿。你说。你看，我住你这儿，吃你的用你的，心里实在过意不去。难道他良心发现了，要主动提出做家务补偿？所以你能不能正式雇佣我当你的生活助理？工资看着给，1个月先来个10万零花钱就行。苏欣然一口牛奶差点喷出来，瞪大了眼睛看着一脸理所当然的艾坤。你的脸皮与南天门相比孰厚？呵，女人竟然还想考教我，别人不知道，我贵为天帝还能不知吗？艾坤听完自信一笑，站起来摆出世外高手的姿态。南天门以云雾神通修筑，厚33尺，本地法天象地足有3000万尺，脸皮最少都有50尺，岂是区区南天门能比的？苏欣然盯着艾坤，一阵沉默。孩子，回家吧，孩子。哎，我就知道这年头想凭自己努力吃口软饭太难了。次日，苏欣然的车稳稳停在公司大楼门口，引来无数舔狗注视。艾坤潇洒下车，还特意整理了一下并不存在的领带。不出意外，王刚又双胳膊守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份昂贵的精品早餐。但下一秒，他却看到艾坤再次从苏欣然车上走下来。艾坤，你怎么从清然车上下来了？王哥，早啊！你怎么知道清然亲自开车送我上班？还非说我太瘦了，要带我回家好好补补。
开玩笑的吧？你们只是正好顺路，你才在半路接上艾坤，对吗？清然，昨晚我和艾坤是……苏清然想了一下，决定还是不要让太多人知道他家里有度假别墅的事情，于是改口道：昨晚我和艾坤只是一起睡在度假酒店里而已。听见这句话，王刚眼神里的光瞬间消失，嘴里还反复呢喃着清然和艾坤一起睡酒店这几个字。苏清然锁好车，很自然地拉了艾坤袖子一下，两人并肩走向大楼。艾坤回头对着原地石化的王刚露出一个充满怜悯的微笑。来人啊，王哥晕倒了，快送他去医院。上楼后，艾坤刚在自己的工位坐下，程主管就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冲了过来。艾坤，莱恩项目的方案呢？今天已经是最后期限了，你要是搞砸了，就立马给我卷铺盖滚蛋！怒吼声很快吸引了整个办公室的人，前来看戏的妖艳女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有些人啊，以为帮上富婆就可以不用干活了，最后被柳家退婚，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闻言，艾坤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 U 盘。程主管，稍安勿躁，方案嘛，自然是做好了。要是随便拿东西糊弄我，有你好看。说罢，程主管将 U 盘插入电脑，投影屏随之亮起，众人好奇地看向屏幕，投影上出现一个精美的 PPT 封面，标题是关于运用跨界思维整合资源赋能莱恩项目实现双向价值提升的战略合作方案，先帝修订版。标题很长，很唬人，一看就很有东西。哼，这还像点样？开始讲吧。各位同仁，我的方案核心只有一句话，让莱恩老板求着我们合作。吹牛吧？怎么可能？首先，我计划邀请当红偶像鸡哥担任品牌大使，拍摄一系列中分背带、舞蹈短视频，引爆社交媒体。莱恩是做重型机械的，找跳街舞的代言。艾坤，你脑子被门夹了？但艾坤直接无视了这个只会嫉妒的无能男人，继续说道：其次，我们将产品喷涂成粉色 Hello Kitty 联名款，主打女性市场，口号是每个女孩都值得拥有一台自己的挖掘机。My eyes。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将推出买挖掘机送3年优先择偶权。程主管的脸色从白到红，再到青，最后彻底黑头。艾坤，你耍我是不是？你这写的都是什么鬼东西？你被开除了，立刻马上滚蛋！但就在此时，苏清然的手机却响起一个神秘电话。苏清然接起电话，听了2句，表情变得十分古怪，大步走向程主管。主管，莱恩集团董事长秘书来电，说他们董事长十分欣赏艾坤的方案创意，想下午就派人过来详谈。整个办公室瞬间死寂，包括程主管在内的所有人都像被雷劈了似的张大嘴巴，直勾勾望向一脸高深莫测的艾坤。难道我昨晚用先帝神念入侵莱恩老头的梦境，给他灌输的粉色挖掘机才是未来的想法，真的起作用了？会议室鸦雀无声，这神反转来得太突然，所有人都被震得外焦里嫩。下午，众人在会议室里等待。这时，莱恩董事长张总推门而入。张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快请坐。艾坤还愣着干什么？去给张总倒茶，要最好的。主管淡定，张总什么好茶没喝过？咱们得靠创意取胜。秘书小姐，麻烦来杯加冰白开水，谢谢。张总是位精神矍铄、身着中山装的老者，他不仅没生气，反而眼睛一亮，赞许地点了点头。看到没，这就是细节，不卑不亢，个性鲜明。艾先生，你的方案，尤其是粉色Hello Kitty联名款挖掘机和优先择偶权的构想，真是天马行空，直击灵魂。有些人看似坐在场中，魂却早就飘走了。比如等着看艾坤笑话的王刚，这都能行？我们莱恩沉溺重型机械领域太久，思维僵化，就需要艾先生这样的人才打破壁垒，注入新鲜、粉红色的血液。那个中分背带舞，我觉得还能更大胆些。苏欣然在一旁使劲掐了掐自己大腿，确认不是在做梦。艾坤神秘一笑，故作深沉地说：“张总果然是明白人，跨界整合本质就是一场认知革命。我们可以深入探讨挖掘机尬舞快闪的落地细节，还有富婆团购挖掘机鉴赏沙龙的可行性。”不久后，会议在一片魔幻的气氛中结束。张总心满意足地带着先帝版方案书离开，并表示会尽快派团队对接。程主管亲自将张总送进电梯，转身回来时，脸上已堆满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一把抓住了艾坤的手。阿坤，不，坤哥，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真是我们部门的卧龙啊！主管严重了，我只是个想吃软饭的废物赘婿而已。哎呦，瞧您说的，那是柳家没眼光。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部门的副主管，专门负责这个大项目。苏清然，你全力配合坤哥。好的，主管。趁着四下无人注意，程主管压低了声线，悄悄说道：“坤哥，晚上有空吗？我知道一家新开的会所，咱们去庆祝一下，你懂的。”不啦，
晚上我得回去给厨师指导一下煎饼果子的火候，业务繁忙，理解一下。艾坤背着双手，迈着八字步，悠悠然走向工位。程主管站在原地，表情复杂，仿佛在怀疑这个世界运行的根本逻辑。餐桌上依旧摆满了丰盛的晚餐，但苏清然几乎没动筷子，一直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盯着艾坤。艾坤，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给张总灌了什么迷魂汤？他怎么可能真的喜欢那种方案？艾坤无所谓的啃着鸡腿，心里腹诽道：难道我还能告诉你，我用先帝神魂手段作弊了？万一他内心深处住着一个喜欢粉色和挖掘机的小公主呢？你少来，这根本说不通。清然，这世上很多事情看似不合逻辑，其实只是你看不懂其中至简的大道。就好比我能住进你家，看似是我脸皮厚，实则是我算准了你心地善良，且命中必有此一劫。啊，不是，是此一缘。你又开始鬼扯啦。对了，说到缘分，你看我现在也是项目副主管了，是不是该配辆车？不然以后出去谈业务，总不能老是蹭你的车，有损公司形象。你想干嘛？我家车库里倒是有几辆闲置的。那就那辆幻影吧，我觉得它和我先帝的气质比较搭。你想得美，那是我爸的，给你开，我爸非打断我的腿不可。那好吧，退而求其次，那架直升机也行，虽然吵了点。艾坤，你去死吧！艾坤接过抱枕，哈哈大笑。苏清梦也气笑了，两人之间的气氛莫名轻松融洽了许多。艾坤发现逗弄这个富婆小姐姐比在天庭批奏折有意思多了。果然，人只要不上班就会快乐。第二天，艾坤慢悠悠地晃进办公室，发现自己的工位居然被搬到了靠窗的独立区域，还配了把看起来就很贵的椅子。妖艳女端着一杯咖啡，扭着腰走过来。坤哥，早啊，我给你泡了杯咖啡，手磨的哦。谢谢，放那儿吧。不过我建议你下次别加那么多糖，抗糖化对延缓绝经期有好处。妖艳女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端着咖啡的手微微颤抖。我刀呢？王刚在一旁冷眼旁观，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他打开手机，看着一个偷拍的视频，正是昨天苏清梦开车载艾坤离开，以及今天早上艾坤又从苏清梦车上下来的片段。艾坤，你等着，吃软饭还吃得这么嚣张，我就不信扒不出你的黑料。过了一会儿，程主管亲切地把艾坤叫进办公室。坤哥啊，项目进展顺利，张总那边反馈极好，公司决定给你发一笔特别奖金，整整5万块。哦，终于有点实在的了。不过呢，公司还有个更重要、更能体现你价值任务交给你。等等，这对话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老贼又想坑我？这次不一样，是好事。集团总部下周要举办一场高端商业酒会，邀请了无数名流巨贾。我们部门有一个名额，我思来想去，只有你坤哥的气质和才华最能代表我们部门的形象。商业酒会是不是有很多免费的高级点心和不限量的香槟？对，龙虾鱼子酱管够。而且啊，听说总部的千金大小姐也会从国外回来参加，那可是真正的顶级白富美。坤哥，你的机会来了。听起来像是开辟新战场的绝佳机会。不过目前的甲方苏欣然同志似乎也不错。艾坤一脸的正气凛然。主管，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吗？我是去为公司拓展人脉的。这个艰巨的任务我接了。回到家后，艾坤一边用苏欣然的顶级游戏电脑玩着扫雷，一边用不经意的口吻说道：欣然啊，听说集团下周有个酒会。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没兴趣，懒得去。哦，程主管让我去见识见识。那你去。是啊，说是代表部门形象。哎，我连件像样的西装都没有，去了也是给部门丢人，要不我还是推了吧。艾坤，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我只是不想给你丢人，毕竟我现在名义上可是你的私人生活助理。少来这套，明天下班我带你去买，免得穿个地摊货去，别人还以为我苏家亏待你了。那就多谢老板了，老板大气。艾坤的软饭兵法第3条，适时示弱，激发甲方的保护欲和虚荣心，从而顺利达成目标，为开拓新市场做准备。艾坤熟练地开了下一把，深藏功与名。苏欣然带着艾坤走进一家高端西装定制店，店员眼神毒辣，一眼看出艾坤是个穷鬼，但苏欣然的气场和穿着立刻堆起职业笑容。欢迎光临，尊贵的顾客，是2位都需要定制西装吗？给他挑身适合的西装就好。艾坤在店里东摸摸西看看，这布料不错，比我上次渡劫时穿的法袍透气性好点。请这边来，我为您量一下尺寸。量体过程中，艾坤各种不配合。袖子能不能做成可拆卸的？天热了方便。裤腿最好也能敞开，通风。先生，我们这是正装。正装就不能追求实用主义了吗？哎，你们这设计思维还是太局限。苏欣然服了，忽略他的要求，按最经典的款式做。等待修改裤脚时，两人在 VIP 室休息。苏欣然看着做没做相的艾坤，忍不住开口：艾坤，酒会上你收敛点，别乱说话，那里很多人，我也得罪不起。放心，我有数，不就是装吗？我的演技是一流水平，保证给你装的人模狗样。哦不，是风度翩翩。我不是让你装，是让你注意分寸，还有离那些名媛小姐远点。哦，竟然，你这是在担心我被人拐跑了？谁担心你？
我是怕你给我丢人。这时，苏清然的手机响起，她走到一旁接电话，脸色微微变了变。试完衣服后，艾坤提着西装袋走出店门，才察觉苏清然似乎有些心不在焉。谁的电话？怎么啦？没什么，家里一点事，走吧，车来了。就在艾坤准备上车时，一个清冷而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哟，这不艾坤吗？艾坤和苏清然同时回头，只见柳如烟站在不远处的一辆跑车旁，而柳如烟随即也注意到艾坤手中的西装袋和苏清然的车。看来你离开我柳家，倒是过得风生水起，这么快就找到新码头了，真是小看你了。哟，前未婚妻，好巧，托你的福，软饭这东西吃惯了，发现手艺见长。苏清然，你就看上这种货色？两个女人目光对视，电光火石。艾坤站在中间，左看看右看看。耶，我怎么好像成了夹心饼干？不过这场面我喜欢。前未婚妻与金主的意外相遇，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然而，这还只是开始。柳如烟深吸一口气，压下怒火，对艾坤冷冷道：“我爷爷要见你，明天晚上老宅家宴，你敢不来试试？”隔天，艾坤坐在新工位上泡着枸杞红枣茶，看着楼下风景。酒会前的平静一天，艾坤正思考的是先摸鱼还是先带薪拉屎。王刚阴沉着脸走了过来，将一叠文件摔在艾坤桌上。艾副主管，这是莱恩项目需要细化的后续方案，程主管说让你今天之内搞定。那叠文件厚的能砸死人，明显是刁难。哦，放那儿吧，我日理万机，这种小事儿等喝完这杯养生茶再说。哼，我看你是根本不懂怎么做吧，靠女人和运气上位，终究是废物一个。就是真以为穿上龙袍就是太子了。年轻人火气太旺，容易伤肝，多喝点丝瓜汤，很补的。还有你，没事多看看推迟绝经期，调节一下内分泌。王刚气得想动手，但想起上次被一脚踹飞的经历，硬生生忍住。艾坤在茶水间遇到正在冲咖啡的苏清然。柳如烟昨天没为难你吧？他能怎么为难我？不过他爷爷让我今晚去吃饭。刘老爷子，他可不是简单人物，你打算去？去啊，为什么不去？虽然明摆的是鸿门宴，但我偏偏就要会会这鸿门宴。柳家情况很复杂，你小心点，别又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清然，你这是在关心我吗？苏清然脸一红，我才没有，我只是不想我的生活助理还没上岗就出事，我还得重新找人。晚上，艾坤打车来到柳家老宅，同时还不忘整理一下地摊货的衣领，大大咧咧地走上前按门铃。先帝赴宴，岂能怯场？虽然兜里比脸干净，但气场必须2.8米。艾坤推开房门，此时刘老爷子正坐在红木太师椅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旁，柳如烟和柳父柳母同样脸色不善。来了，坐。老爷子气色不错啊，找我来是打算结算一下上次的精神损失费，还是想投资我的新项目？放肆！怎么跟老爷子说话的？年轻人有点意思。听说你最近攀上了苏家的高枝，混得风生水起。一般，世界第3，主要靠个人努力和一点点天赋异禀。苏家那丫头是不错，但水太深，你把握不住，不如回我柳家来。如烟的事可以既往不咎，我给你个实业公司看，如何？此话一出，柳如烟猛地抬头看向爷爷，一脸难以置信，就连艾坤也愣了一下。这老头不按套路出牌啊！不是应该甩给我500万让我离开的孙女吗？怎么还带回购的？艾坤还没回答，书房门被敲响，管家走进来，在刘老爷子耳边低语着几句。刘老爷子脸色微变，目光锐利地看向艾坤。龙家的人也来了，点名要见你。话音刚落，龙傲天带着一个面无表情的老者不请自来闯入了书房。柳爷爷，冒昧打扰，我只是听说某些阴魂不散的人又在这里纠缠如烟，特地过来看看。刘老爷子面露不悦。龙贤侄，这是我柳家的家事。家事？恐怕很快就不只是家事。艾坤，你很有本事吗？刚被如烟甩了，就搭上了苏清然，吃软饭也能吃出连环套，佩服。好说，主要天赋异禀，市场需求旺盛，不像某些人只会强取豪夺，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你找死！别以为有苏家给你撑腰，我就不敢动你。在江南省，我龙家知道，龙家最牛逼，天老大你老二，台词我都快背下来了，能不能来点新鲜的？柳如烟看着剑拔弩张的两人，脸色不太好看。刘老爷子则目光深沉，沉默不语，似乎在权衡什么。年轻人，祸从口出，有些人不是你能招惹的。这老家伙有点东西啊！虽然这个世界灵气稀薄，但这老头身上竟然有股类似内力的波动。艾坤虽然感受到压力，但先帝神魂岂是这点波动能撼动的？他纹丝不动，反而笑着说：“哦，老人家练过啊，可惜火候还差了点儿，建议你回去再练500年，或许能帮我挠挠痒。”正在中国脸色阴沉之际，刘老爷子突然开口，打破了僵局。好了，龙贤侄，艾坤是我请来的客人，
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今天是柳家家宴，不便招待外客，请回吧。龙傲天没想到刘老爷子会下逐客令，脸色难看。柳爷爷，你为了这么一个废物……闻言，刘老爷子的眼神变得凌厉起来。龙傲天被刘老爷子的气势摄住，咬了咬牙，狠狠瞪了艾坤一眼。好，我们走。艾坤，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到时候希望你还能这么嘴硬。艾坤被刘老爷子请了出来，家宴不欢而散。吃个饭也不安生，龙傲天这小子看来是憋着坏水啊。不过本地何惧之有？虽然嘴硬，但艾坤心里清楚，龙家在这个世界的能量不容小觑，而且那个老管家让他隐隐感觉到这个世界似乎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他正准备打车离开，手机突然亮起，是一条来自未知号码的短信。艾先生，关于您父母当年的意外，我想您会有兴趣知道一些被掩盖的真相。2天后，城南旧港咖啡馆，不见不散。艾坤瞳孔微缩，脸上的玩世不恭瞬间消失。父母意外，这条突如其来的神秘短信，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彻底打破了艾坤只想摆烂吃软饭的平静计划。隔天，艾坤坐在工位上，心不在焉地玩着扫雷。那条关于父母意外的神秘短信在他脑中盘旋。王刚见状，以为他江郎才尽或者害怕了，得意地晃过来。艾副主管，蓝项目的细化方案呢？程主管可是催着呢，做不出来就直说，跪下来求我，说不定我心情好，帮你做点。王刚，你知道为什么苍蝇总是围着厕所转吗？王刚一愣，明显有点摸不着头脑。你什么意思？因为那就是他的层次和眼界。别拿你的业务能力来挑战我的业余爱好，你那点小心思，我劝你还是收着点。他抬眼看向王刚，方案是吧？等着。艾坤打开一个空白的 PPT， 双手在键盘上开始疯狂敲击，速度快出彩电，屏幕上代码与图形乱飞，甚至出现了类似符文的闪烁特效。先帝神魂加持，手速岂是凡人能及？虽然不懂现代商业，但忽悠。哦不，是架构一个方案，简直是专业对口。10分钟后，艾坤拿着一个 U 盘走进程主管办公室，王刚立刻偷偷摸摸跟到门外竖耳倾听。办公室内，程主管怀疑地插入 U 盘，却看到满满当当的文档。卧槽，秒男！艾坤，你别糊弄我！程主管话说到一半，看着屏幕上充满高级术语、复杂模型和未来感概念图的 PPT， 目瞪口呆。这是艾坤一本正经地开始胡诌。基于区块链赋能与元宇宙生态构建的莱恩重工全球化战略 4.0 升级方案的初步构想，细节还需要和莱恩那边开会碰撞。程主管虽然完全看不懂，但大受震撼。区块链、元宇宙、重工，这能结合吗？主管，思维要打开，未来每一台挖掘机都将是一个独立的 NFT， 在元宇宙里挖到的可是比特币，我们这叫产融结合，跨界颠覆。门外的王刚听得一脸懵逼，完全找不到攻击点。妙啊，坤哥！虽然我听不懂，但感觉好厉害，我这就发给张总看，你立大功了。艾坤被程主管感恩戴德的送出门后，刚走到天台透气，王刚就气势汹汹地跟了过来。艾坤，你特喵的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那种狗屁方案也能蒙混过关？艾坤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王刚，你知道你为什么总是输吗？他喵的少故弄玄虚。因为你永远在盯着别人碗里的饭，却不想着自己怎么去种地。哦不对，对你来说，想着怎么抢更直接。艾坤转过身，眼神第一次带着点真正的冷意。你上次想动手，这次又处处刁难，真把我当傻子了啊！我脾气好，不代表没脾气。听到这话，王刚笑出了声。就凭你也配跟我打？打架太低端，给你看个好玩的。艾坤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音频。放心，龙少，我已经按你说的，把最难啃的骨头都塞给他了。这项目必亏的，保证让他滚蛋。到时候公司破产了，您答应我的职位。王刚瞬间脸色惨白。你他喵的，你怎么有录音？就你在背后做的脏事儿，我通通清楚。这段录音要是发给程主管，会怎么样？王刚彻底慌了，冷汗直流。他最大的秘密就是暗中投靠了龙傲天，想借龙家的是上位。刚子，滚出这个部门，自己申请调职。以后见着我绕道走。这事儿就算了。不然，王刚面如死灰，像一只丧家之犬一样，踉跄着离开天台。艾坤解决了这个小麻烦后，心思早已飞到神秘短信和酒会上了。艾坤穿着昂贵的西服，人模狗样的站在金碧辉煌的酒店门口。苏清然挽着他的手臂，低声做最后叮嘱：记住，少说话，多微笑。别人问你什么，就敷衍过去，跟着我就行。艾坤和苏清然一入场，立刻吸引了众多目光。一方面是由于苏清然的身份，另一方面是艾坤这张陌生却英俊。当然，后半句是艾坤摁着我的头补上的。程主管看到艾坤后，立刻拉着他去给张总和其他大佬介绍，把艾坤那套元宇宙挖掘机的理论吹得天花乱坠，引得几位老总啧啧称奇。而一旁的艾坤全程保持蒙娜丽莎般的微笑，偶尔点头，见糊弄不过去了，才开口说话。是有这个构想，细节还需完善。
跨界融合是趋势。艾坤感觉自己像是在进行一场大型催眠术表演，而这些商业巨擘们似乎都很乐意被催眠。艾坤乐得清闲，于是溜达到餐区，开始专注地消灭那些精致的小点心。这个好吃，这个也不错，不愧是高级货，灵气没有，油水倒是很足。殊不知，一位穿着中式褂子、气质儒雅沉静的老者默默观察了艾坤很久，见时机成熟，便缓步走来。年轻人对这些点心很满意。还行，就是分量太少，马马虎虎塞塞牙缝，心无旁骛，倒也是一种境界。我看小友面相独特，似乎不属于这里。艾坤心中一动，有所警惕地看向老者，同时大脑风暴了片刻。莫非是我不属于凡间的帅气深深震撼了他？要把孙女介绍给我？老爷子好眼力啊！我确实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来的。很远，或许比想象的更近。小友，你是否姓艾名坤？闻言，艾坤不由得收敛了嬉笑的表情，认真起来。老爷子，你知道些什么？李老没有直接回答，反而从怀中小心翼翼取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只是想起一位故人，他当年也是惊才绝艳，却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艾坤的目光落在照片上，那是一个穿着旧式工装、笑容爽朗的年轻人，他的眉眼竟与艾坤有着7、8分的相似，而照片背景是一个挂着某某研究所牌子的老式建筑。一股莫名的熟悉感涌上心头，接过那张照片一看，手指微微有些颤抖。他几乎可以肯定，照片上的人就是原主那位据说因意外去世的父亲。老爷子，这位是……李老似乎回忆起了什么，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叫艾远山，是我很多年前的一位学生，也是我最得意的弟子，一个真正的天才，尤其是在能源与材料领域，他的想法超前了时代几十年。他后来怎么样了？李老的眼神变得复杂而哀伤。一场意外，实验室事故，他和他的夫人都不幸遇难，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只是我始终觉得那场意外有些蹊跷。远山他做事极为严谨，而且他当时的研究似乎触及到了一些不该触及的领域。艾坤的脑子飞速运转，原主父母是科学家，做着超前的研究，还触碰到了不该触及的领域。这些信息与他收到的短信瞬间联系了起来。什么领域？李老压低了声音，几乎微不可闻。一些关于特殊能量与应用的研究，当时无人理解，甚至被认为是无稽之谈。但现在看来，李老意味深长地看了艾坤一眼。小友，你身上的气息很特别，与我当年在远山实验室残留的一些感觉很像。闻言，艾坤猛地心神一震。特殊能量？难道原主父亲研究的是灵气？艾坤这才想起，他穿越过来时自带一些灵气，还以为是先帝体魄太强所导致的，没想到竟然是原主身上的。艾坤正在沉思，这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插了进来。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苏欣然的狗奴才吗？怎么混不进核心圈，在这里跟老人家聊天呢？龙傲天显然也来参加酒会，他身边跟着几个人，气势汹汹。见此情形的李老微微皱眉，收起了照片，恢复了淡然神态。年轻人打扰别人谈话，可是不妥。龙傲天对李老似乎有所顾忌，稍微收敛过后还是直言：李老，您别被这小子骗了，他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专门哄骗女人和老人。你是不是数苍蝇了？怎么哪有喂你就往哪凑？你他喵一个吃软饭的，也敢这么跟本少说话？无奈，李老只好轻轻拍了拍艾坤的手臂。小友，今日不便多聊，改日若有空，可来城西静心斋喝茶。李老说完，对龙傲天淡淡一点头，转身融入人群。酒会结束，在回家的路上，苏清然发现艾坤面色凝重，沉默不语。怎么了？看你心不在焉的，是那个龙傲天又找你麻烦？不是他，是碰到个老人家，聊了些我父母的事儿。你父母？还从来没听你提起过。是啊，我也才知道一点。艾坤看着窗外飞逝的夜景，那条短信如同梗在艾坤心中的刺。原以为只是个普通的软饭逆袭剧本，却意外牵扯出父母离奇死亡的线索。艾坤想要摆烂的生活，似乎正不可避免地卷入更深的漩涡之中。回家后，房间里艾坤盘腿坐在地毯上，面前摆着那张李老给的照片和一部老式按键手机。这台手机是原主父母留下的，他试图从手机里找到更多关于父母的信息，但片刻过后，他妈的，原主这家伙脑子里除了柳如烟就没装点有用的东西吗？父母的信息少得可怜，连张清晰的照片都没有。但艾坤还是拿过手机，目光再次落在那条神秘短信上：城南旧港咖啡馆。去还是不去呢？怕个球！本地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大不了再死一次，看那天道老二还敢不敢把我扔回来。996赴约的咖啡馆坐落在一个略显破败的老城区码头边，与城市的繁华格格不入。艾坤推开木门，里面光线昏暗，客人寥寥。这地方用来拍黑帮交易或者变态杀手纪录片，倒是挺合适。艾坤环顾四周，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个穿着风衣、戴着鸭舌帽的身影。标准神秘人装扮，差评，一点新意都没有。艾坤径直走过去，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哥们儿，约架还是爆料？快点，我时间很宝贵，按秒计费，耽误了我陪富婆喝下午茶，
你赔不起。风衣男似乎被他的开场白噎了一下，缓缓抬起头，帽檐下是一张略显紧张和疲惫的普通中年男人的脸。艾先生，你很准时。看你这面相，不像大奸大恶之徒，但也不像能掏出500万让我别再调查的真大佬。说吧，找我干嘛？我姓赵，以前是你父亲爱远山研究所的项目干事。你父母的死不是意外。哦，继续说。证据呢？总不能空口白牙我就信你吧？现在骗子很多，套路我都懂。无奈的风衣男从怀里小心翼翼摸出一个用油布包裹的小本子。这是远山老师当年私下记录的研究手稿碎片，是火灾后我偷偷藏起来的，里面有些内容很惊人。研究所对外宣称是普通火灾，但内部记录被修改了，很多数据都对不上。艾坤打开油布，里面是几页烧焦卷边的纸，上面写满了复杂的公式和草图，还有一些潦草的笔记，提到了能量阈值、稳定性悖论、不可控跃迁等字眼。这公式虽然载体低级，但其中蕴含的能量构建思路竟然触及修真界基础阵法的皮毛了，难他真。用科学解释玄学。风衣男压低声音，带着恐惧。而且出事前几天，远山老师好像预感到了什么，跟我说如果他出事，让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个交给他的孩子。他还提到过一个词，龙影。龙影和龙家有关？我不确定，但龙氏集团旗下有很多生物科技和能源实验室。艾先生，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赵干事说完，像是怕被什么盯上一样，猛地站起身，压低头脑，匆匆离开咖啡馆，消失在人群中。艾坤低头看着手中焦黄的手稿碎片，龙家、龙傲天退婚，这些仅仅是巧合，还是跟父母的死亡有紧密的关联？咖啡馆会面过后，艾坤按照地址找到静心斋，一个隐藏在竹林深处、古色古香的小院。回廊茶室中，李老正在慢条斯理的沏茶。艾坤来了，看你的神色，似乎遇到了些困惑。艾坤将那份烧焦的手稿碎片放在茶桌上。李老，给你看个大宝贝儿。李老拿起碎片，仔细查看，神色逐渐变得凝重，甚至有一丝激动。这是远山的笔记，能量阈值、稳定性悖论，这是他后期最核心也最危险的猜想。他认为存在一种基础粒子层面的特殊能量，可以被引导甚至利用，但极不稳定。这手稿你从哪儿得来的？一个姓赵的前项目干事给的。他说我父母的死不是意外，还提到了龙影。李老放下手稿，长叹一声。龙影，我也暗中调查过，龙氏集团的确有一个高度保密、代号龙影的尖端实验室，负责人神秘莫测，研究方向未知。又是龙家，龙傲天那小子缠着柳如烟，现在又扯上我父母的研究，这龙家是终极反派模板吗？未必是龙家本家的意思，或许是某些人动了歪心思。远山的研究如果成功，意味着一种颠覆性的新能源，甚至新武器，足以让任何势力疯狂。他将这种能量暂时命名为昆力。听着怎么那么像稀释了1万倍的灵气？老爸难道是想用科学方法重现修真文明？艾坤，你很像你父亲一样的不拘一格，一样的让人看不透，调查下去会很危险。艾坤不以为然，只是咧嘴一笑。危险？就凭这些昆力能修到炼气期，我都算你绝世天骄，还想跟本仙帝碰一碰，闹呢？想到艾坤起身准备回家细细研究一番，艾坤仔细地研究着手稿碎片和李老给他的一些关于父亲研究的公开资料，试图从中找出更多线索。老爸是不是试图建立一个模型来稳定输出这种能量，就像修真界的聚灵阵，但缺少关键的核心介质，或者说阵眼？艾坤的手指在空气中轻轻滑动，一丝微弱到几乎无法察觉的气流随之旋转，桌上的纸张微微颤抖。他在尝试调动这个稀薄世界的昆力，效果甚微，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如果我用修仙界的阵法知识反过来补全老爸的科学模型呢？但一通操作后，艾坤对着面前几张焦黑的手稿和一本5年高考3年模拟物理老头，艾坤尝试着将一丝微弱的神魂之力注入手稿上的公式符号。要是有点零食就好了，最次也得10块翡翠啊！等等，艾坤的目光瞄向了房间里摆放的一个装饰用的水晶摆件，此物似乎蕴含一丝微末的天地精华，虽远不及灵石，但勉强当个放大器。艾坤拿起水晶摆件，小心翼翼地将神魂之力透过水晶再次输出那个公式，水晶微微发亮，公式符号仿佛活了过来，在空气中短暂浮现又消失，一道极细微的昆力波纹荡漾开来。哦，有意思，老爸这模型缺的不是能量，是个转换接口，就像给苹果手机配了个 Type-C 口，得劲儿。正在艾坤捣鼓的起劲时，窗外一架微型无人机悄悄将镜头对准他，并将这一幕传输出去。苏欣然回家后，发现艾坤心不在焉地吃着米其林8星大厨做的麻辣烫。你昨晚窝在房间干嘛呢？神神叨叨的。再进行一项伟大的科学，玄学算了，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对了，青梦，你家有没有那种能量特别足、亮晶晶的，比如什么祖传玉佩啊、超大钻石啊，或者陨石碎片之类的？你又想干嘛？我用来做研究。我爷爷好像有块戴了很多年的墨玉，说是养人。墨玉，好，下次回家记得借来不？请来给我观摩观摩。苏欣然翻了个白眼，觉得这家伙越来越神经了，但一通思虑之下，还是乖乖照做。很快，龙傲天收到了回传画面，看着屏幕上艾坤迷惑的操作，一脸不信。少爷，此事不可小觑，艾元山的研究并非空穴来风。我们龙影项目卡在能量转化率上已经3年了，或许什么？难道还要本少去求那个吃软饭的废物不成？给我继续盯死他，把他那点秘密都挖出来。还有柳家那边不能再等了，必须逼老爷子就范。是少爷。不过我们最近的几次昆力激发实验波动越来越不稳定，
安全阈值。怕什么？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只要掌握了这种力量，龙家就能超越凡俗。到时候什么柳家、苏家都是蝼蚁。加大实验力度。钟伯欲言又止，看着狂热的龙傲天，眼底闪过一丝忧虑。艾坤打着哈欠来到公司，发现气氛诡异。程主管一脸谄媚，王刚的工位空了。坤哥，您来了。哎呀，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王刚那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居然想坑公司，已经被开除了。多亏了坤哥您明察秋毫啊！我查了。苏欣然悄悄拉过他，你昨天是不是给了程主管一个录音？哦，本地随手清理了一下垃圾而已。坤哥谦虚，您就是公司的栋梁，未来的希望。那什么，莱恩项目的元宇宙挖掘机，张总催问下一步呢？哦，你跟他说，下次直播卖货，我亲自穿中分背带裤跳挖机舞啊！真跳啊！实验室中心，一个复杂的装置正在剧烈震动，发出不祥的嗡鸣，内部能量指数疯狂飙升，再多看一眼就要爆炸。少爷，不行了，昆力反应失控了，核心过载，快关闭能源。关闭不行，就差一点，我能感觉到强大的力量，继续输出，把备用能源也接上。少爷，不能再继续了，结构强度达到极限会爆掉的。话音刚落，整个实验室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不，爆掉，我的坤爆掉。研究员看着数据屏幕，面如死灰。少爷，能量溢散了，不是向外，而是向地下深层渗透了。钟伯看着地质监测仪，脸色大变。不好，这里的地质结构本来就不稳定，坤力渗透可能引发地震，完蛋了。本少才是真完蛋了。艾坤正溜达着想去买杯奶茶，忽然感觉脚下地面轻轻一抖，一股熟悉的能量波动从地底深处传来。这波动咋有点像劣质版的地脉涌动，还夹杂着走火入魔的味道。艾坤试图感知波动来源，于是跺了跺脚，一丝先帝神魂之力顺着脚底渗入地下。从城东传来的，那里好像是龙家的产业吧？龙傲天狼狈地站在书房里，龙战面色铁青。废物，整整一个实验室投入了多少资金？你说炸就炸了，还引发了局部地震，现在外面都在查，你怎么解释？爸，我差点就成功了，是意外。肯定是艾坤那个混蛋搞的鬼，他够了，又是艾坤，你自己无能。从今天起，你给我待在家里，哪里也不准去。龙影项目暂停，所有痕迹给我清理干净。老爷，恐怕没那么容易暂停了。什么意思？散的坤力激活了某种东西，地下的能量反应还在增强，并更有攻击性。与此同时，一个神秘黑影伫立天台，和艾坤一样，他对所谓的坤力十分感兴趣。这是我能找到的关于爱远山实验最后一段时间的所有访问记录了。龙影实验室的安防太严，我实在够了。钱已经打到你的账户，离开江南省，永远别再回来。赵干事如蒙大赦，匆匆离去。黑影拿出特制设备读取 U 盘，屏幕上快速闪过一些数据和一个模糊的实验室 logo。艾坤，希望你能给我带来一点惊喜。昨日，我市东部工业园区发生轻微有感地震，震源深度极浅，专家初步判定为地质活动异常，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地质活动异常？骗鬼呢！明明是坤力泄漏刺激了地底沉积的阴煞之气。你又在嘀咕什么？对了，我爷爷让你周末去老宅一趟，他给你看看墨玉。艾坤闻言瞬间来了精神。龙战看着仪器屏幕上混乱的数据和诡异的能量曲线，眉头紧锁。龙先生，贵府地下的能量场非常异常，带有很强的侵蚀性，长期下去恐怕对居住者的健康不利，而且还在缓慢增强，必须尽快处理。怎么处理？这需要找到源头进行疏导或者封印，但源头似乎很深，而且能量性质前所未见。老爷，或许借灵还虚系灵人，爱远山的研究。去请李老，等等，备车，我亲自去。龙战放下身段，恭敬地向李老说明情况，隐去了龙影实验室爆炸的真实原因，只说是意外发现地下异常。天地异变必有缘由，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力量，终遭反噬。龙先生好自为之。李老，恳请您指点迷津，龙家必有重谢。李老意有所指地看了看窗外，老朽无能为力，或许你们该去找找异变的始端。艾坤叼着牙签从外面回来，看到门口停着的豪车和站着的龙战、钟伯。哟，这不是龙老大吗？咋的呀？儿子抢婚不够，老子亲自来堵门要份子钱啊！龙战瞬间愤怒上头，但还是顺利压了下来。艾坤，我知道你有些特别，我家地下的情况是不是你搞的鬼？什么？大叔，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连你家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不过嘛，你身上倒是沾了点不干净的东西，一股子破产倒闭的霉味儿。闻言，钟伯顿时暴怒，走上前释放出独属于读者的威压。艾先生，请你认真回答。这点气势还不如我家青梦瞪我一眼吓人。告诉你吧，地底下那玩意儿是你们自己搞出来的烂摊子，坤力混合阴煞，啧，养蛊呢，等着吧，好玩的还在后头呢。说完，艾坤绕过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别墅。龙战的脸色阴沉的可怕。敬酒不吃吃罚酒，钟伯，既然他不肯帮忙，那就按第二种方案把那个放出来。老爷，那太危险了，控制不好会照做。我要让艾坤和他身边的一切都给龙影项目陪葬。
回到仓库后，钟博打开一个沉重的铅封容器，内部冷气四溢，其中放着一块漆黑如墨的奇异矿石。小心点，这是最后一块吸能石，是当年从爱远山实验室废墟里找到的，能剧烈吸引并扭曲能量，极不稳定。死士们小心翼翼地将吸能石安置在一个特制的引爆装置上。按照计算，引爆它产生的能量涡流，应该能暂时极大地强化地下那东西的活动。钟博，如果导向失败，那就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了。执行吧。城郊公园中，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从地底某处传来。又地震了！快看那边！只见爆炸点上空的云层诡异地旋转起来，形成一个微小的漩涡。阴冷的能量波动以爆炸点为中心扩散。这一现象很快被艾坤察觉。别墅猛地一晃，我靠！哪个缺德玩意儿点了地脉炸弹，还加了定向引导，目标是干，是这边。怎么啦，艾坤？又是地震？比那糟多了。清然，快！让你家的人立刻离开这附近，越远越好，快！艾坤的表情是苏清然从未见过的严肃，他不敢怠慢，立刻打电话。艾坤冲到别墅外，看向城东方向。此时他能感觉到一股洪流正被某种力量引导着，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涌来。龙家这群疯子，本地只是想摆烂，非要逼我营业是吧？他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又感受了一下天地间稀薄的灵气，特喵的拼了！还好本地神魂够硬。艾坤双手快速结印，口中念念有词：已无残神，燃此地焰，画地为牢，敬天绝地。虽然无法引动大量天地灵气，但他以自身先帝神魂为引，强行勾勒出一个复杂的金色符文虚影，并压入脚下。霎时，符文瞬间扩散，形成一个笼罩住别墅及周边区域的巨大无形结界。临时辟邪结界应该能顶一会儿，但治标不治本，得把那个引导员毁了才行。龙战看着监控屏幕上能量流向被一股无形力量阻挡偏转，大部分能量不仅绕开了目标区域，甚至还有一些朝着龙家老宅反噬涌来。怎么回事？那个屏障是什么？艾坤他怎么可能？老爷，能量回流了，吸能石的效果比预计的强太多，我们把自己坑了。此时龙家老宅开始剧烈摇晃，与此同时，艾坤也感知到能量潮汐被结界偏转，一部分失控回流冲向龙家。傻眼了吧？玩火自焚了吧？这就叫报应。等等，要是龙家真被炸没了，我这算不算为民除害？那天到老儿不也得给我记功？此时的龙家老宅内一片混乱。怎么办？房子要塌了。钟博，启动最后的应急方案，把家族密室里的那个东西拿出来。既然要死，那就一起死。老爷，不行，那东西比吸能石还危险。爱远山当年警告说，绝对不能动用的。闭嘴！执行命令！艾坤眉头紧锁，他感知到龙家方向传来一股更诡异的吸力。还在作死？又拿了什么破玩意儿出来？这能量反应丝怎么有点像低配版的噬魂魔器？龙家怎么尽收藏这些作死的东西？不能再让他们瞎搞了，不然这一片都得遭殃。艾坤闭上眼，将全部心神沉入先帝神魂。没办法了，给你们来个硬的，尝尝我的大宝贝。说罢，艾坤定指如剑，朝着龙家老宅方向隔空轻轻一道无形无质却蕴含着无上意志的神魂冲击，跨越空间，精准地射向龙家老宅。龙战正死死握住黑影的手，来吧，吞噬吧，把力量都给我。正在此刻，艾坤的神魂攻击精准抵达。伴随着龙战的惨叫声，黑影轰然爆碎，但它却是形成一个微型黑洞般的起点，瞬间产生了恐怖的吸力。龙战、龙傲天、钟博以及密室中的一切，甚至包括周围狂暴的能量，都被瞬间吸入那个起点。0点几秒后，一切归于平静，仿佛从未存在过。密室内变得空空如也。艾坤长舒一口气，擦了擦不存在的汗。搞定收工，这下彻底清静了。就是有点可惜，没问出爸妈更多的消息。算了，反正仇也算报了。新闻车呼啸而过，赶往龙家老宅方向，路人们议论纷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唉，无敌真是寂寞，回去得让亲人加个鸡腿，用这玩意儿补神魂好使。这个剧情走向不对啊，42集就把最大的反派干死了，那我后面干啥呢？混账！我的目标可是成为全世界最摆烂的赘婿，怎么能如此玩物丧志？竟然想着去对付反派拯救世界？不行，别让清然富婆等急了，我这就带上快乐球去找清然。清然啊，我掐指一算，咱家还缺个重要岗位。苏清然的眼神明显警惕起来。你又想申请什么奇葩经费？上次说要建先帝专用午睡金字塔的账单，我还没跟你算账。肤浅，这次是正经岗位，试吃员，专门替你品尝米其林厨师有没有偷工减料，月薪10万，工作内容主要是躺着咀嚼。我
这么一个大美女，你当我是抱金币的老登吗？宝宝，你是香香软软抱金币的小灯。滚，好好看你的电视。此时电视新闻插播快讯：龙氏集团因不明原因资产冻结，即日起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哎呀，这么说，龙傲天那小子现在岂不是连泡面都吃不起了？哎，不对，他好像已经不用吃东西了。你怎么突然关心起他了？我是在担心他欠我的精神损失费还没给。说好的反派临终打款环节呢？现在的年轻人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隔天，艾坤来到新办公室，发现工位旁边挂满大大小小的锦旗，其中还包括年度最佳摸鱼奖软饭硬吃示范单位。坤哥，总部决定把粉色 Hello Kitty 挖掘机项目升级为战略级，请您担任全球形象大使。代言费多少？少于1卡车，黄金免谈。坤哥，听说您需要生活秘书，我最近研究了《富婆快乐指南》。且慢，你印堂发黑，今日不宜靠近男性，建议回家背诵独立女性宣言3遍。哼。呵，本地的软饭岂是阿猫阿狗都能分一杯羹的？得设置准入门槛，比如先通过先帝防绿帽测试题。场面顿时一阵尴尬，见状艾坤只好转移话题。好了，你们各自去忙吧，本地要回家跑业务了。小艾啊，听说你最近在研究玄学。略懂，比如算得出您藏私房钱的位置在书房资本论第233页。苏老爷子一口龙井茶喷了出来。我的天，这才是上古真神啊！唉，爷爷，你还陪他闹呢？苏老爷子老脸一红，突然掏出一块龙纹玉佩拍在桌上。这是龙家祖传的逆鳞玉，现在便宜卖你，怎么样？杂质太多，能量波动还不如轻燃的洗脸仪。这样吧，我吃点亏，用2包辣条跟您换。听到这话，苏老爷子一时愣住，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哟吼，你小子上辈子莫非是土匪？艾坤猛然一惊，心想这苏老爷子莫非也是卜算大神，连他跳槽成先帝前的职业都算出来了。惭愧惭愧，苏老爷子也是神机妙算啊。罢了，谅你也拿不出什么筹码，这逆鳞玉可以送你，只要你答应离我孙女远点。艾坤闻言立刻摆正了脸色。30年河东，30年河西，苏老爷子难道想欺我年幼无知？我可不是那些愣头青，一顿饱和顿顿饱，我能分不清吗？说罢，艾坤使劲朝着苏清然眨眼睛求配合。爷爷，你要再说这种话，我就把你藏私房钱的事告诉奶奶。苏老爷子被这话噎得吹胡子瞪眼，但无奈也只能拂袖离开了房间。嘿嘿，虽然品质差，但磨成粉泡脚应该能促进坤力吸收，今晚就试试。转头，艾坤就将磨好的逆鳞玉倒入苏清然的泡脚桶，随后将双脚放入，一脸期待。来吧，宝贝，让本地感受一下龙族精华的滋润，是时候打通我的任督二脉，不对，是疏通我的足底经络了。但片刻之后，泡脚桶里的水只是咕嘟咕嘟冒泡，连颜色也变得漆黑，同时散发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混合气味，类似臭豆腐混合螺蛳粉，再加点榴莲。艾坤直接就是一口顶级过粉。这味道醇厚，这色泽深邃，不愧是龙家祖传的宝贝，泡出来的洗脚水都带着一股贵族的哀伤巨味。虽然坤力吸收了个寂寞，但心理安慰效果拔群。下次试试用健身蛋白粉泡脚，说不定能长出8块腹肌。忽然，艾坤的手机响起。坤，程主管，你正常点儿好吗？坤哥，你明天过来办公室一趟，有惊喜哦。程主管捧着一个非常精美的礼盒走进来。坤哥，坤爷，总部特批的粉色 Hello Kitty 挖掘机项目形象大使聘书和制服到了，您过目。艾坤打开礼盒，里面是一套亮粉色、带着猫耳头饰和中分假发的背带工装裤。即使心理素质强如艾坤，也沉默了3秒。程主管，你确定这不是情趣啊？哦，不是动漫展限定款。这可是意大利名师设计，纯手工缝制。张总说了，下次直播卖货，您就穿这个跳挖机芭蕾。哪里？本地当年在天庭跳诛仙阵舞都没穿过这么骚的，不过为了小钱忍了。请问软饭王中王艾坤先生在吗？有您的快递，到付9998块。我最近没网购啊，难道是清然富婆给我买的年度小白脸大奖杯？艾坤拆开箱子，里面是满满一箱包装花里胡哨的保健品。富婆快乐延年益寿，精华液软饭硬吃必备肾宝片，如何让富婆为你豪掷千金？内服外用，双效合一。我靠！我勒个豆！暗示本地需要补身体，我看起来有那么虚吗？艾坤仔细检查，发现箱底还有一张卡片，署名您远在国外的忠实粉丝鸡哥。鸡哥啊，难道是那个唱跳顶流？他肯定是看到了我提出的中分背带挖机舞创意，深感认同，这是要和我进行深度学术交流啊！这里送的有心了，程主管报销一下到付运费。安排好一切后，艾坤还是觉得差了点什么。现在东西是有了，但还需要一些韭菜。哦不，客户，我得回家问问清然大老爷。晚上无所事事的艾坤坐在清然身边耍手机。
这家伙今天怎么这么老实？难道是开窍了？清然，你看这个软饭男等级考试 H5 小游戏，我随便一做就达到了软饭天尊级别，系统评价是千古第一软胃王。哦，那你很棒棒哦，记得把面膜钱转我，1张顶你以前1个月工资。哎呀，谈钱伤感情嘛，咱俩这关系，我是怕你用了烂脸，对，提前帮你试毒的。对了，我决定开发一个副业。苏欣然听到这话，扑哧一下笑出来。果不其然，艾坤还是那个艾坤，但随即还是保持警惕，紧盯着他。你又想干嘛？开软饭培训速成班？错，是更高端的情感咨询与富婆关系维护事务所，主打业务包括代写情书、帮忙朋友圈立人设、如何精准识别并避开富婆的雷区，以及在富婆生气时如何优雅的滑跪。你还在为软饭不香而烦恼吗？你还在为富婆心思难猜而秃头吗？来找艾坤贤弟，包教包会，无效不退。你能不能教点阳间的东西？哎呀，阳间的东西能挣几个钱？我这叫精准把握市场需求。第一个客户我都想好了，就找柳如烟。找谁？此时的艾坤还没察觉苏清然的醋味，满心欢喜输出自己的绝世商业计划。你看啊，他刚失去龙傲天这个备胎，情感处于空窗期，老爷子又看好我，正是需要专业人士指导如何挽回。哦不，是开启新生活的时候，咨询费打个折，收他个50万不过分吧？苏清然抓起抱枕对着艾坤一顿猛捶。艾坤，你敢去找他，就滚出我家！救命啊！错了，老板，我这就把柳如烟拉黑。事务所第一个终身 VIP 客户就是你，免费倒贴钱那种。葵花点穴手。混乱中，艾坤趁机使出点穴手，趁着苏清然招架不住，连忙抱头鼠窜跑向门外。隔天，为了哄好苏清然的艾坤主动提出一块逛商场，还非常贴心的陪她玩起了小游戏。小姐，这款西装是限量版，非常符合这位先生的气质。不错，比我上次渡劫时穿的避雷针材质舒服点，就是这颜色太普通了。有没有那种穿上就能自动播放威风堂堂 BGM 的款式？你当是买声控玩具呢？试试这件。随后，艾坤从试衣间出来，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藏蓝色西装，按他在试衣间的话说，可谓是人模狗样帅的黄脸。哇，先生，您穿上真是太帅了。帅是一种态度，主要看气质，其次才是看脸。很显然，我两者都有。清然，刷卡，不要因为我是浇花而联系我。还行，就这套吧。服务员把他刚才试过的那些统统包起来。清然，你果然是最爱我的。逛累的两人决定找一个咖啡厅休息，碰巧遇见了艾坤的 IF 线富婆红梅。艾坤哥，好巧啊！哟，红梅姐，好久不见，看你印堂发亮，最近财运不错啊，是不是又鬼使神差的投资了什么赚钱项目？还真被你说着了，多亏你上次提醒，我避开那个坑之后，运气一直很好。这位是女朋友。见两人似乎对彼此有什么误解，艾坤连忙起身解释起来。原来是如此，这般啊！对，就是如此这般。可以啊，坤哥，软饭界楷模，甲方更新迭代够快的。基本操作56，主要还是靠个人努力和一点点天赋异禀。红梅姐，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的情感咨询事务所 VIP 套餐，给你打8折，附赠一次开光服务。突然咔嚓一声，艾坤隐约听到自己桌下的脚被苏清然狠狠踩进了虚空。当然，目前事务所业务繁忙，暂时不接新客。红梅姐，咱们有缘再聊。红梅看着艾坤龇牙咧嘴还要保持微笑的样子，还有苏清然一脸我家傻狗我管教的表情，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笑笑不语走开了。软饭虽香，但端碗的姿态也很重要。看来事务所的开张得等本地先彻底拿捏现任金主再说。是吗？艾坤被苏清然可怕的第6感吓得大气不敢喘，于是只能乖乖献上自己的耳朵，被他开开心心揪着走开。但走出门口，两人却正巧碰见了柳如烟。艾坤，你怎么在这里？撞了个正着的三人一度十分尴尬。此时柳如烟率先出招。哟，艾坤，看来苏小姐对你管教有方啊。当然啦，这是我们一些必要的员工行为规范培训。没错，这是甲方对乙方的定期 KPI 考核，主要考核项目包括抗拉扯能力和面部表情管理。很显然，我优秀的通过了考核。长话短说，我有点事找他单独谈谈。公务还是私事？如果是私事，我的生活助理目前档期已满，需要提前预约。眼见气氛越来越焦灼，艾坤心里可是乐开了花。打起来！本地就爱看女人为我，不是为我的软饭资格起争执。但眼看硝烟即将爆发，艾坤还是要装模作样的打断。清然老板，这就是你不对了。柳小姐好歹是我前甲方，基本的售后服务还是要有的。这样，你们聊，我去旁边买个冰淇淋。嘿嘿，溜了。艾坤说完就要溜，却被柳如烟一把抓住胳膊。艾坤，我没开玩笑，是爷爷让我来的。家里出怪事了。怪事是祖坟冒青烟了，还是你家养的锦鲤突然开口说 rap 了？细说，本地对怪事颇有研究，咨询费按秒算，看在老主顾份上，给你打个99折。
艾坤，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要让他穿上品如的衣服吗？真是天大的冤屈！我和他只是单纯的商务合作，我对你的真心……别闹了，我家情况真的很紧急，堪比煤气罐爆炸嘛！是祠堂，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他集体蹦迪了。啥玩意儿？蹦迪是放着野狼 disco 那种，还是科目？晚上，艾坤被柳如烟半请半拽的拉回柳家老宅的祠堂，而刘老爷子正背着手来回踱步，一脸愁容。见艾坤终于回家，连忙迎上去。阿坤，你总算来了，快进去看看。老爷子莫慌，待本地先开个天眼瞅瞅。我擦，还真在蹦，这能量波动不是阴气，也不是坤力，倒有点像。艾坤扭过头，满脸严肃，而刘老爷子见状更是一慌，以为柳家要完蛋，但所幸艾坤终于说出了他讳莫如深的揭秘。老爷子，你们家祠堂下面是不是埋了根网线，还是牵照光纤那种？啊，没有啊。艾坤，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非也，根据本地的专业判断，此乃电子幽魂现象。通俗讲，就是你家祖宗们连上网了，可能在组团开黑打王者，或者在看女主播跳舞，情绪比较激动。听到这个解释的刘老爷子差点一口气没上来，一旁的柳如烟也气得想吐。不过别怕，本地专治各种网络疑难杂症，待我给他们断个网。搞定，欠费停机了。老爷子，记得给他们充个话费。哦不是烧点纸钱。刘老爷子看着恢复平静的祠堂，眼神充满复杂。阿坤，你跟我来书房，是时候告诉你一些事情了。书房内，刘老爷子平退左右，神情凝重。小艾，刚才呢不是什么电子幽魂，那是我柳家世代守护的一个秘密，即将压不住的征兆。我就说嘛，哪个朝代的祖宗能蹦科目3？老爷子，赶紧的，是不是藏着什么能让我直接躺平到宇宙毁灭的超级法宝，或者是一张无限额的黑卡？刘老爷子没有说话，只是苦笑一声。比那更离谱，我柳家祖上并非凡人，而是守墓人。守墓？守谁的墓？难不成是秦始皇？他答应分你长生不老药了？我们守护的是一处灵学之眼，此乃这个世界灵气，或者说你父亲研究的坤力的源头之一。龙家之所以死盯着我柳家，联姻是假，想夺取这灵学之眼才是真。灵学之眼听起来像是高级货，吃了能不能直接恢复修为？不对，本地的目标是摆烂，修炼什么的太累了。所以呢，这眼珠子他自己能产钱吗？不能，但他维系着一种平衡。一旦被龙家那样的野心之辈掌控，后果不堪设想。但如今灵学异动越来越频繁，怕是守不了多久了。哦，我明白了，老爷子，你当初找我入赘，不是看我帅，是看我像个能顶雷的冤大头，让我给你们家镇宅是吧？看着艾坤满脸怒容，刘老爷子小脸一红，语气局促。这个阿坤，你听我解释。加钱。镇宅费、精神损失费、保密费，还有可能被打扰摆烂生活的风险补偿金。老爷子，这活风险太高了，得加钱。刘老爷子没想到得知真相的艾坤竟然是这个反应，半天没回过神来。你这孩子怎地如此市侩？老爷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谈感情伤钱，谈钱才能促进感情稳定发展。你看，我现在知道了你们家这么大个秘密，相当于上了贼船。哦，不是加入了核心项目组，不给点股权激励说得过去吗？艾坤不知从哪摸出个计算器，开始啪啪按。这样我也不多要，灵学之眼未来100年的收益我要占30%，当然我可以技术入股，负责解决祖宗蹦迪这种技术故障。另外每月技术镇宅津贴不能少于这个数。艾坤伸出5根手指，500万。格局小了，是50万，税后，毕竟本地的出场费是很贵的。等等，你刚刚说多少？造孽啊！我柳家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天才？老爷子，你想说的是天才对不对？放心，有本地在，保证你家这眼珠子平平安安。不过话说回来，这眼珠子具体在哪儿，长啥样，能不能先拿出来给我盘一盘？艾坤心满意足的谈好了条件，吹着口哨走出书房，正好遇见守在门口的柳如烟。艾坤爷爷跟你说了什么？没什么，就是谈成了一笔大生意，以后请叫我柳家首席风水顾问兼灵学形象大使。这你真的有办法解决家里的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主要看钱到没到位。对了，柳小姐，鉴于你我曾经的特殊关系，我个人送你一个免费忠告。什么？下次再找男朋友，眼睛擦亮点，别找个像龙傲天那样整天惦记你家祖产的。要找就找我这样的，只惦记甲方钱包的，单纯好管理。柳如烟看着艾坤吊儿郎当，第一次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一丝若有所思的表情。这个看似极度不靠谱的男人，似乎真的有点东西。灵学之眼听起来就是个超级大麻烦。不过，既然麻烦能变现，那就不叫麻烦，叫商机。接下来得想想怎么利用这个商机吃垮柳家，哦，不是更好的为甲方提供服务。清晨，艾坤揉着眼睛走到餐厅，只见柳如烟正亲自摆放早餐，场面十分诡异。你醒了，吃点东西吧。毛豆麻袋，这粥里没下毒吧？还是说这是散伙饭，吃完就要把我灭口？柳如烟翻了个白眼，但还是努力保持微笑。我只是想感谢你昨天帮忙。爷爷说以后你可以随时来家里研究那个网络信号问题。哦，早说嘛，害我紧张的用先帝神识扫描了3遍，确认是皮蛋瘦肉粥，不是砒霜瘦肉粥。艾坤，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
主要研究如何更高效的躺平，以及如何让富婆的软饭吃起来更香甜。总之，这是门深奥的学问。我是说，除了吃软饭之外的爱好，那就多了，比如带薪拉屎、上班摸鱼、用老板的咖啡机煮泡面。哎，可惜现在当了副主管，摸鱼难度直线上升。柳如烟听着这些不着调的话，非但没有反感，反而觉得好像他变得有点可爱。哎呀，我在想啥呢？柳如烟疯狂摇头，只想把这个可怕的想法甩出去。而如往常去上班的艾坤这边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艾坤如常打着哈欠来到公司楼下，但定睛一看却察觉气氛不对。只见一群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彪形大汉站成一排，为首的是一个穿着白色西装、骚气冲天的年轻男子。哟，这位就是传说中的软饭先帝艾坤先生吧？好说好说，阁下是哪个楼盘新开的销售总监？这身打扮，业绩一定很好吧？哼，牙尖嘴利，本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慕容琉璃商妹 J 绝影，你可以叫我慕容少爷。名字这么长，一看就是反派模板冲的 VIP。说吧，找本地合适。推销保险的话就免了，我的意外险受益人只能写我的甲方。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警告你，柳家的灵血之眼不是你能染指的，识相的就离柳如烟远点，否则本少有1万种方法让你在江南省混不下去。慕容绝影打了个响指，身后黑衣人齐刷刷掏出不是枪，而是一台最新款的水果手机，屏幕亮起，上面滚动播放着抵制软饭从我做起的弹幕。就这，我还以为要物理超度呢。兄弟，时代变了，现在流行网络暴力了。不好意思，本地脸皮厚，免疫一切魔法攻击。你好，那我们走着瞧。艾坤刚在办公室坐下，柳如烟就推门而入，脸上写满了关心的焦急。艾坤，你没事吧？我听说慕容绝影来找你麻烦了。没事儿，就是名字长了点，智商好像不太够用，居然想用弹幕喷死我。对了，这慕容啥玩意儿的？什么来头？你家新招惹的？慕容家是江北最大的世家，一直觊觎江南的市场和我们家的秘密。慕容绝影是个被宠坏的纨绔，但手段很下作，你小心点。放心吧，对付这种小学生段位的反派，本地甚至不需要动用1%的智商，只要他不用断我 WiFi 这种狠招，一切好说。柳如烟看着艾坤满不在乎的样子，虽然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今晚江北有个商业晚宴，慕容家是主办方，爷爷希望我去探探虚实，但我一个人去有点担心，你能陪我一起去吗？晚宴管饭吗？是自助餐还是桌餐？有龙虾吗？管饱，米其林3星主厨操刀。成交，不过得算出差，补贴另算。还有，我得跟清然老板请个假。柳如烟看着艾坤掏出手机，一本正经的给苏清然发语音请假。喂，清然宝宝，我去竞争对手市场做一下调研，今天晚点回来，么么哒。柳如烟嘴角不自觉的微微上扬，这个男人好像无论多严肃的场合都能被他搞得像一场闹剧，但却莫名的让人安心。晚宴上，鱼子酱堆叠入山，龙虾竟然罕见的比小艾坤个头还大。艾坤一进门就意识到了他这辈子不容错过的机会，眼神始终在搜寻食物。如烟，你怎么把这种货色带来了？这不是拉低我们宴会的档次吗？慕容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好歹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软饭师，档次很高的。比如这块和牛，我一眼就能看出他生前有没有谈过恋爱，肉质是否紧实。说罢，艾坤拿起一块牛排，煞有介事的品鉴起来。见周围的人都窃窃私笑，挂不住面子的慕容绝影决定使出杀手锏。哼，土包子，诸位，今晚我特意请来了欧洲钢琴大师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师弟理查德·克莱德吕先生，为大家演奏一曲。话音刚落，一位穿着礼服、留着山羊胡的男子走上台，开始弹奏起一首优美的《两只老虎》。好，弹得好！这吕先生深得克莱德曼精髓，把两只老虎的童真与不羁演绎的淋漓尽致，当赏。艾坤掏出几个钢镚，叮叮当当的扔上了台，全场顿时寂静，随后爆发出哄堂大笑。柳如烟看了这一幕也忍俊不禁，痴痴望着艾坤的侧脸，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心跳莫名漏了一拍。宴会结束后，气不过的慕容绝影怒气冲冲找到在阳台躲清静的艾坤和柳如烟。艾坤，你什么意思？哦，你说刚才的事儿啊？哎呀，这位家豪，本地念在与你品味相同，这才打赏。家豪何故发怒？艾坤说的一本正经，但聪明的慕容绝影只用了3秒，听出艾坤是在阴阳他。你找死！本少今天就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实力。慕容绝影摆出一个极其羞耻的起手式，大喝一声：“出来吧，我的守护灵炫彩琉璃独角兽！”然而什么都没发生，只有一阵夜风吹过，带着一丝尴尬。你的独角兽是不是堵车了？或者需要充值 VIP 才能召唤？不可能，我明明充了年费会员。艾坤叹了口气，走上前拍了拍慕容绝影的肩膀。小伙子，听哥一句劝，少看点玄幻小说，多读读《论持久战》和市场营销学。想抢东西，靠的是脑子，不是这种花里胡哨的技能前摇。你看我，靠吃软饭就能走上人生巅峰，这才是核心竞争力。你侮辱我的梦想！我不是侮辱你的梦想，我是心疼你充会员的钱。这样吧，看你人傻钱多，我那个软饭事务所正好缺个投资人，有没有兴趣入股？保证比你那炫彩独角兽回报率高。回程的车上，柳如烟看着窗外，扭捏了半晌才开口：“艾坤，谢谢你。”不客气，记得把今晚的出场费、精神损失费以及气跑反派的奖金结算一下。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谢谢你让我觉得这些事情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柳如烟转过头，眼神亮晶晶地看着艾坤。艾坤，如果我现在开始追你，还来得及吗？嗨，都哥们儿，这事你放心啥玩意儿？惊魂未定的艾坤盯着柳如烟粉嫩的白腿，终于确定刚才自己听到了什么，于是毫不犹豫踩下了刹车。柳小姐，你清醒一点。艾坤，我很清醒。不，没有，但我很清醒，我可是有稳定甲方的人。你这是恶意竞争，扰乱软饭市场秩序，使不得，使不得！听到这话的柳如烟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加紧了攻势。哦，你真的要拒绝我如烟大帝吗？艾坤吓得往后一缩，因为此时他将犯下所有平行世界男主都会犯的错误，但没想到柳如烟看着自己的样子，竟然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好了，不逗你了。坏了，富婆2号要黑化，哦不，要倒贴了。这桃花运来得太突然，本地的软饭碗怕是端不稳了，得赶紧想个办法，让他们俩把这赤壁之战打起来，我才能坐收渔翁之利。对，就这么办。隔天，吃饱喝足的艾坤抱着浑圆的肚子瘫在沙发上，一旁的苏欣然踩着气场2.8米的高跟鞋走进来，脸上挂着蜜汁微笑。听说你昨晚陪柳家大小姐去江北赴宴了，还成了护花使者。老板明鉴，我那是去实地考察竞争对手慕容家的商业模式，顺便测试了一下他们酒店的米其林3星是真是假。结论是龙虾还行，但没咱家厨师做的煎饼果子实在。苏欣然眯起眼睛呵呵一笑。考察需要他挽着你的胳膊，需要你为他气哭慕容家那个草包少爷。哎呀，这都是必要的社交礼仪。老板，你看我这不是完好无损的回来了吗？我的心，我的胃都还是属于你的，主要是属于你家厨子的。苏欣然正要发作，艾坤的手机突然疯狂响起消息提示音，屏幕上弹出柳如烟的 N 条信息。艾坤，明天有空吗？我发现一家超好吃的私房菜，或者去看电影，我包场。爷爷说想再跟你聊聊灵学之眼的事，顺便把顾问费付了。奇怪的是，苏欣然瞥见信息，脸色竟然由阴转晴，甚至露出一丝微笑。哦，付顾问费，看来刘老爷子很看重你嘛。这样吧，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此话一出，艾坤立马惊得一身冷汗，想了半晌，挤出一个职业假笑。嘿嘿，老板，你日理万机，这种小事儿就不用亲自出马了吧？哟，怎么怕我打扰你和柳小姐的2人世界？我是去帮你把关，看看柳家开的价配不配得上我的生活助理。完了，修罗场要升级为商业谈判了，本地的平静摆烂生活即将一去不复返。柳家会客室里的气氛十分微妙，4位选手分别是主位的刘老爷子、次席的柳如烟、哆哆嗦嗦的艾坤以及气场全开的苏欣然。苏小姐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刘老爷子客气了，艾坤现在是我的私人生活助理，他的兼职的工作我自然要关心一下。不知贵府打算为灵学之眼这个项目支付多少顾问费？苏小姐，这是柳家和艾坤之间的事。柳小姐，现在是商业谈判，请称呼我苏总。据我所知，这个项目风险极高，可能涉及人身安全，我们艾坤的身价可不是一般的高。苏小姐未免管太宽了吧？为了缓解这尴尬的气氛，艾坤只好埋头猛吃茶几上的点心来降低存在感。这个绿豆糕不错，酥而不腻。你们继续，不用管我。既然如此，那就按市场最高标准来，年薪这个数外加项目分红。呵，刘老爷子，您这是打发叫花子呢？那你想怎么样？当然是加钱了。我们艾坤随便一个粉色挖掘机项目，奖金都不止这个数，而且安全保障必须写进合同，万一他掉根头发，柳家得按根赔偿。什么？艾坤听到这话眼睛都直了，差点被绿豆糕噎住。按根赔，还有这种好事？他现在恨不得就先抖几根下来先藏着。打起来，快打起来！本地的身价就靠你们内卷了。而另一边，慕容绝影还在为那晚的事耿耿于怀。父亲，那个艾坤欺人太甚，还有柳家和苏家，他们根本没把我们慕容家放在眼里。废物，连个吃软饭的都对付不了，看来必须动用那个了。父亲，您是说网络水军终极奥义键盘侠召唤术？哼，比那更高级，是结合了上古巫蛊之术与现代大数据算法的杠精咒。中咒者会陷入无休止的自证循环，最终精神崩溃。一个穿着程序员格子衫、戴着厚厚眼镜的巫师被推了上来，他手里拿着的不是法杖，而是一个机械键盘。少主放心，我已编写好病毒程序，只要获取目标的社交账号 ID， 就能远程下咒，保证让他体验一下被全网杠的恐惧。好，立刻执行！我要让艾坤那个混蛋体会到什么叫绝望。夜晚，艾坤正美滋滋地数着柳家预付的顾问费，手机突然疯狂震动。他打开微博，发现自己最新一条美食动态下面涌入了成千上万的评论。吃个龙虾摆拍什么？一看就是假的，塑料模特吧？这摆盘毫无艺术感，米其林就这水平，我上我也行。博主有钱吃龙虾，为什么不捐给山区孩子？自私。艾坤挠挠头，非但没生气，反而乐了。哎呦喂，慕容家那小子的新招数，就这！本地当年在天庭跟那群老神仙对喷的时候，你们祖宗还没出生呢。艾坤盘腿坐下，先帝神魂之力涌动，双手在虚拟键盘上化为残影。来，兑现是吧？本地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诡辩之道终极奥义，偷换概念，无限套娃，反弹一切大法。
艾坤食指如飞，开始以一敌万，在评论区疯狂输出。他的回复逻辑清奇，角度刁钻，时而引经据典，时而胡搅蛮缠，把一众杠精绕得晕头转向，甚至开始内讧。爽！好久没进行这种脑力体操了，既能赚钱又能对人，这柳家顾问当得值。慕容家，谢谢呀，给本地的业余生活增添了这么多乐趣。隔天，艾坤神清气爽地走进办公室。昨晚的网络兑现让他身心愉悦，仿佛进行了一场灵魂死亡。他刚在椅子上摆好标准的摸鱼姿势，程主管就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脸上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坤哥，出大事了！慌什么？是天塌了，还是公司的咖啡机又堵了？如果是后者，我建议用陈年可乐疏通，效果拔群。比那严重10000倍。我们的挖掘机项目被黑了。程主管将平板电脑递到艾坤面前，只见项目官网和各大宣传平台都被替换成了一片诡异的粉黑色调，中间是一个旋转的流泪的 Hello Kitty 头像，下面还有一行闪烁的字：虚假的可爱，资本的谎言，觉醒吧，被蒙化蒙蔽的打工人。啧，这黑客审美不行啊，粉配黑，赛博朋克不是这么玩的，差评。坤哥，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所有合作方都打来电话质疑，张总那边也快压不住了，这明显是有人恶意攻击。让我猜猜，是不是慕容家那个 VIP 玩家干的？技术不行就开始玩阴的。就在这时，艾坤的手机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这只是个开始。如果你不想苏清然的公司也跟着遭殃，今晚子时城北烂尾楼一个人来，慕容绝影。哟，还学会下战书了，搞得跟武侠片似的。烂尾楼也不选个风水好点的地方。坤哥，你可不能一个人去啊，太危险了。放心，本地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再说了，他约的是子时，那会儿我正好吃完宵夜，就当遛弯消食了。艾坤表面上满不在乎，但眼神却微微眯起。慕容家这次的手段似乎比单纯的网络杠精要阴险多。他感觉到一股不同于昆力，也不同于普通科技的阴暗能量，正缠绕在那个被黑的页面上。到了晚上，艾坤破天荒地主动钻进书房，打开电脑，手指在键盘上飞舞，代码如瀑布般流泻。他并非在修复页面，而是在反向追踪那股阴暗能量的源头。这股能量带着一股陈年的霉味和键盘的油腥气，像是把古代诅咒和现代网络病毒扔进一个锅里乱炖出来的玩意儿。慕容家从哪儿搞来这种四不像的邪术？追踪信号在地图上几个点跳跃后，最终锁定在了城北那栋著名的烂尾楼。艾坤也捕捉到一丝纯净的昆力从烂尾楼的地底深处传来。有点意思。自上次龙家的事情之后，艾坤便对这些奇怪的力量格外警惕。烂尾楼底下压制昆力的能量究竟是什么？慕容家布下的陷阱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此时月黑风高夜，艾坤嘴里叼着根牙签，双手插兜，晃晃悠悠地走了进去。你果然来了，算你有点胆子。慕容绝影站在空旷的1楼大厅，身后站着那个键盘巫师和几个黑衣人，场面整得挺大。慕容兄，这是要集体开黑打团战？带我一个呗，我亚瑟贼溜。死到临头还嘴硬，键盘大师启动赛博困仙阵，我要让他尝尝被万马穿心的滋味。只见键盘巫师念念有词，法阵瞬间光芒大盛，无数扭曲的代码如同毒蛇般从电子废料中涌出，向着艾坤缠绕而去。花里胡哨。不可能，我的病毒怎么会反噬啊？难道是杀毒软件过期了？趁着现场一片鸡飞狗跳之际，艾坤将目光投向了地下车库的入口。感应应该没错，就是在那里。艾坤潜入地下车库后一阵摸索，最终在一个废弃的配电房前停下。藏得还挺深，让本地看看是什么宝贝。艾坤推开锈蚀的铁门，里面却没有宝贝，只有一个昏迷不醒、穿着白色研究服的老者被锁链绑在椅子上。老者的胸口佩戴着一枚散发着柔和白光的菱形晶体，纯净的昆力正是由此而来。咦，不是天才地宝，是个老爷爷，这剧情我熟啊！接下来是不是该传功了？艾坤上前检查一番，发现老者只是虚弱昏迷，但他试图取下那枚晶体时，晶体却突然光芒一闪，化作一道信息流涌入艾坤脑海。一个名为敬天的计划，以及慕容家如何囚禁这位研究员，瞬时被艾坤读取。企图污染、控制柳家的灵学之眼，好家伙！慕容家不光要抢，还要给灵学之眼投毒，这心也太黑了。艾坤扛起昏迷的研究员后，顺手把晶体揣进兜里，但刚走出地下车库，就看见慕容绝影和键盘巫师带着人堵住了出口。两人虽然狼狈，但眼神更加凶狠。艾坤，你竟敢坏我好事，把人和东西留下！慕容兄，你这就不讲道理了。捡到迷路的老爷爷送回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至于这辆晶晶的小玩意儿，我看他跟我有缘，就当是精神损失费了。少主不能让他带走净化核心和赵博士，否则敬天计划就暴露了。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全体都有启动 B 计划，物理超度。嚯，从赛博朋克切换到扫黑除恶了，你们这业务范围挺广啊。虽然这些物理攻击对艾坤构不成威胁，但带着个昏迷的人毕竟不方便。艾坤正琢磨着是直接杀出去还是呼叫外援时，头顶突然传来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和强烈的探照灯光。慕容绝影，你敢动艾坤一下试试？我已经报警了，并且通知了各大媒体。慕容少爷，你想让慕容家明天上头条吗？我操！慕容绝影脸色瞬间惨白。
他怎么也想不到柳如烟和苏清然会同时出现，还来得这么快。另一边，艾坤趁着慕容绝影等人被直升机吸引注意力，轻松扛着赵博士来到了楼顶。但一转眼，柳如烟和苏清然也跟了上来。艾坤，快上来，来我这架更稳。哎呀，这怎么好意思？要不你俩石头剪刀布？最终，艾坤还是选择了柳如烟的直升机，毕竟人是柳家事件的关键证人。哼！苏清然冷哼一声，示意飞行员跟上。2架直升机在夜色中朝着柳家老宅的方向飞去。这下热闹了，救了个老博士，摸了个核心，还意外促成了2大小姐的首次合作。但转瞬，艾坤望着底下绝美的夜景，感觉到无尽的悔恨与空虚袭来。他喵的！哥怎么又开始拯救世界了？本地的摆烂生活呢？那种事情不要啊！柳家老宅地下一间隐蔽的密室内，赵博士被安置在软榻上，依旧昏迷不醒。一旁围着表情凝重的刘老爷子，还有甲方乙方。艾坤则拿着那枚晶体，对着灯光仔细端详。慕容家真是狼子野心，眼下灵学本就暴动，他们竟还想打开拳眼，届时将会释放出何等可怕的怪物！一旦让他们成功，只怕要世界大乱了。爷爷，现在怎么办？赵博士昏迷不醒，我们该怎么阻止他们？艾坤把晶体掏起来又接住，一脸轻松。慌啥？不就是个净化器吗？看给你们吓的！依本地看，这东西挺好，说不定还能给咱家灵学之眼做个 SPA， 去角质，提亮肤色。小艾不可大意，这核心被慕容家动了手脚，其净化之力已变得极具攻击性和污染性，一旦沾染，只怕魂骨尽消。哦，那我得尝尝咸淡。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艾坤伸出舌头，轻轻舔了一下那枚晶体。味道有点像过期的薄荷糖，有点辣舌头，还带点代码的苦涩，问题不大。本地的消化系统连天道诅咒都能分解，这点小毒就当开胃菜了。柳如烟和苏清然翻了个白眼，对艾坤这种作死行为感到无力吐槽。但就在这时，那枚晶体突然在艾坤手中剧烈震动，发出刺眼的白光。随后，白光引导着众人来到祠堂后方一面巨大的石刻壁画前，壁画上雕刻着复杂的星图，此刻正微微发光。刘老爷子见状上前一步，咬破手指，将血滴在壁画中心。石刻缓缓移开后，露出一个向下的深邃通道，一股精纯而磅礴的能量气息扑面而来。这里就是灵学之眼的入口，看来这晶体与灵学产生了共鸣。我就说嘛，他是想家了，走，带他回去看看。众人沿着通道向下，来到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窟。洞窟中央是一口不断涌动着乳白色灵气的泉眼，这就是灵学之眼。然而，泉眼周围原本纯净的灵气中，却混杂了几缕不易察觉的黑紫色能量，正在缓慢侵蚀。哟，还真长选了。来，小宝贝儿，给你出点药。坏了，不会要炸锅吧？此时洞窟内能量激荡，伴随着碎石坠落，白光与黑紫能量纠缠碰撞，发出刺耳的尖啸，令众人感到阵阵心悸。我怎么感觉上当了？晶体好像刺激了灵学的躁动。不管了，先稳下来吧。说罢，艾坤盘膝坐下，双手虚抱成球，先帝神魂之力缓缓涌出。他没有去攻击任何一方，而是引导着自己的力量，在净化核心与黑紫能量之间构筑了一个临时的、柔和的缓冲区。打架是不对的，要和谐。本地来给你们当个和事佬。下一秒，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艾坤那中正平和，却又蕴含着无上威严的神魂之力，仿佛一种万能溶剂，开始缓慢地调和两种极端对立的能量。激烈的对抗逐渐平息，驳杂的各种能量开始如同漩涡般旋转，渐渐汇聚成一种淡淡的、带着些许荧光的粉红色能量。这是什么颜色？看起来有点少女心。完美，粉红色代表着爱与和平。看来本地的调解非常成功。粉红色的灵气缓缓注入灵学之眼，终于恢复了平静。而艾坤则感觉一股精纯温和的能量反哺自身。我去，这是灵力，这几种能量纠缠在一起，竟误打误撞产生了灵力。那我的修为岂不是……艾坤闭上眼睛，仔细感受空气中氤氲的灵力，贪婪的汲取。他能察觉到自己的修为在飞速恢复着。1个时辰后，艾坤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眼中金光爆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本地现在竟然成了筑基期大修士，真是恐怖如斯。柳如烟与苏清然两女紧张地盯着艾坤。艾坤，你现在感觉如何？艾坤邪魅一笑，练气期就能在地球横着走，如今我已筑基，岂不是无敌于天下？人生真是寂寞如雪啊！众人都没有注意到，此时灵学之眼传来了轻微的咔嚓声，似乎有什么裂缝正在蔓延。另一边，慕容家阴暗的地下室内，慕容霸天听着慕容绝影的汇报，发出了畅快的大笑。好，艾坤终于上当了，只有灵气刺激才能打开血眼。龙家那群没脑子的，最终还是要靠我。父亲，那灵血之眼里究竟有什么？不知道。啊，不知道。它从没被打开过，也许里面藏着神兵利器或者绝世美人。不过曾经有传言说，灵学之眼里面藏着一头毁天灭地的凶兽。我好奇了一辈子，如今再有3天，它就要被打开了。哈哈哈哈！筑基成功的艾坤感觉自己的人生达到了新的高潮。他此刻正用一根纯金吸管慢条斯理地吸着由88种珍稀食材熬制，号称能延年益寿的先帝定制版佛跳墙。筑基之后，连味蕾都升华了。这佛跳墙的层次感，仿佛让我看到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价格有点烫嘴。清然啊，下个月零花钱能预支点。苏清然正在翻看财经报纸，闻言头也不抬。
你昨天不是刚收了柳家一笔灵学维稳特别奖金吗？足够你喝1游泳池的佛跳墙了。哎，那能一样吗？柳家的钱是辛苦钱，是技术顾问费，属于劳动所得，得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花你的钱，那是生活情趣，是软饭的仪式感，性质完全不同。苏清然放下报纸，眼神危险的眯起。所以我的钱就是大风刮来的，活该被你用来搞仪式感。清然，柳如烟给的钱我甚至不愿意花，难道你还不明白你在我心里的重要性吗？苏清然被这番歪理气得想笑。吃你的吧，堵上你的嘴。艾坤精准接住，塞进嘴里。谢老板投喂。对了，老板，你看我现在身价涨了，是不是该配个更拉风的座驾？那辆幻影，我觉得就挺衬我。想都别想，再提车，下个月零花钱扣光，佛跳墙换成方便面。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连住机修饰的基本出行保障都满足不了，这软饭界真是越来越卷了。隔天，艾坤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进办公室，眼尖的程主管一通小操作，谄媚的小跑过来。坤哥，不，坤爷，您今天气色真好，简直老骥伏枥啊！不对，是神采飞扬，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跨界创意了？本地的创意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不过今天心情好，不想挤。程主管，有什么事儿直说吧。坤爷明鉴，上次说的事儿您还记得不？张总愿意支付1卡车黄金，希望您能亲自去站个台，跳一段。程主管，你看我像那种为了5斗米，哦不是为了1卡车黄金就折腰的人吗？那时候我是练气，现在本地已然筑基，价钱还能一样吗？至少得超级加倍。告诉张总，至少10卡车。程主管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艾坤现在可是公司的财神爷，自然不好反驳，于是连连点头，笑着说自己先出去了。程主管前脚刚走，妖艳女就扭着水蛇腰凑了过来。坤哥，听说挖掘机项目快结款了，真是恭喜啊！人家最近胸口有点闷，不知道坤哥能不能帮人家疏通一下经脉呀？你这不是经脉堵塞，是硅胶电歪了，建议找原厂家售后，本地不负责整形修复。你什么意思啊？艾坤 ，Look my eyes， 我不信你两眼空空。妖艳女恨不得整个人贴在艾坤身上，当场给艾坤来个洗面奶，但被艾坤灵活躲开。小美，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吗？妖艳女愣住。你傻呀，宝贝，咱俩撞型了。自古只有鸡兔同笼，哪有鸡鸭同笼的？以后别再找本地了。艾坤说完迅速溜走，妖艳女脸色铁青，踩着高跟鞋哒哒哒的愤然离去。为了庆祝生日，苏清然难得主动请他吃了一顿顶级大餐，餐厅氛围浪漫，窗外夜景璀璨。先生，这是您点的深海极光鳌虾，由我们主厨亲自为您烹饪。火候还行，就是这虾生前运动量不太够，肉质不够紧实，下次记得选那种每天坚持做广播体操的虾。好的，先生。艾坤，你能不能正常点吃饭？清然，这你就不懂了，我这是先帝的自我修养，一举一动岂能如常人一般？那不是成 NPC 啦？就比如现在，你看那种。苏清然跟着艾坤的目光望向一旁，不远处有一位浑身珠光宝气的富婆，正若有若无地看向这边。我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欣赏，这都是因为本先帝的一举一动充满魅力，太耀眼了。是啊，耀眼的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他们大概是想把你抓回去当灯泡用。走，你看你又吃醋了不是？放心，本地道心坚定，绝不会被外面的野花野草迷惑，毕竟你才是我的长期饭，哦不是灵魂伴侣。饭后，艾坤和苏清然走向停车场，恰好遇到同样来此应酬的柳如烟。艾坤，苏小姐，好巧。哼。苏清然冷哼一声，而艾坤则摸了摸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准备打个圆场。回柳小姐，刚吃完，这家的甜点不错，推荐你试试那个熔岩鲜心巧克力，吃了感觉能多活500年。别闹，爷爷让我问你，灵学之眼最近异常平静，连祖宗蹦迪都停了，是不是你上次调理的太彻底了？基本操作物六，本地出手，自然是药到病除。告诉老爷子，顾问费记得按时打，维持稳定也是要消耗元气的。爷爷还说，如果你有空，可以多去祠堂坐坐，感觉你坐在那儿，灵学就特别安分。哪里？柳小姐，艾坤现在是我的生活助理，很忙的，恐怕没那么多时间去柳家坐台。来了，熟悉的修罗场味道。不过为什么感觉这么下饭呢？好说，都是客户，按时间收费，童叟无欺。柳小姐，预约请早，档期停满。柳如烟深深看了艾坤一眼，转身上车离开。苏清然冷哼一声，也坐进了驾驶座。老板，下一站去哪儿？是去做 SPA 还是逛奢侈品店？我今天元气充沛，可以陪你逛到地老天荒。你想得美，现在立刻回家睡觉。回家的艾坤正窝在沙发，尝试用灵力隔空操控薯片往嘴里飞，体验着饭来张口的极致懒人生活。苏清然在一旁处理文件，对此景象已逐渐麻木。艾坤，你明天真要去柳家祠堂坐台？赚点外快嘛。放心，我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主要是他家给的实在太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柳家那个灵学之眼总让人有点不安。安啦，有本地坐镇，能出什么幺蛾子？就算他真想蹦迪，本地一个眼神就能让他改跳体操。艾坤话音刚落，突然整个别墅猛地一震，桌上的水杯晃动，吊灯剧烈摇晃。地震了！艾坤猛地坐起，脸色微变。不对，这波动是灵学之眼的方向。清然，我赶过去一趟。
柳家老宅地下洞窟内，原本平静的、泛着淡淡粉光的灵穴之眼，此刻如同沸腾的开水般剧烈翻滚。之前被艾坤调和能量时忽略的那道细微裂缝，在某种未知力量的冲击下骤然扩大。慕容霸天好奇了一辈子的惊喜，终于来了。来吧，让我看看灵穴下面究竟是什么。伴随着一声巨响，灵穴之眼猛地炸开一个巨大的缺口，一股蛮荒、暴力、充斥着毁灭气息的恐怖威压，如同实质的海啸般从缺口中喷涌而出。慕容霸天激动的丁丁都在颤抖。快出来吧，大宝贝儿！一只覆盖着蓝色与金色鳞片巨爪缓缓从缺口中探出，重重地踏在地面上，整个大地为之颤抖。紧接着是一双蓝色的巨大瞳孔在幽深的缺口中亮起，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饥饿。灵穴之眼的封印彻底破碎了，里面藏着的不是什么神兵美人，而是一头真正的灭世凶兽。来吧，吞噬吧，毁灭一切吧！匆匆赶来的艾坤看到这幅景象，也大惊失色，那股灵力波动明显远超此时筑基期的艾坤，这里面竟然是……旺财，你咋也穿越了？怎么还望口成龙？难道是昨天我跟清然说想养头宠物，你就过来了？咱们主仆还真是心有灵犀。洞窟内烟尘弥漫，碎石不断从顶部坠落。那头从灵穴之眼缺口探出大半身躯的蓝色巨龙，正用那双幽蓝冰冷的巨瞳，疑惑地打量着眼前这个渺小却散发着熟悉气息的人类。你这憨货，咋的？在天庭拆家不过瘾，跑这儿来搞强拆了？赶紧的，把爪子收回去，别把人家刘老爷子的祖传风水宝地给整塌了。巨龙歪了歪巨大的头颅，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带着一丝委屈的咕噜声，似乎在辩解什么。他试图把爪子往回缩，但缺口似乎因为他的挣扎而变得不稳定，能量乱流更加狂暴。刘老爷子被威压震得脸色发白，颤声道：“阿坤，你认识这位神兽？”何止认识，这我当年在天庭养的看门，坐骑，名叫旺财，就是脑子不太好使，喜欢拆家，连我的凌霄殿都啃过好几口。此时，苏清然和柳如烟也带着人匆匆赶到洞口，看到眼前的庞然大物，都吓得花容失色。艾坤，这是什么怪物？爷爷，您没事吧？淡定，淡定，都是自己人，自己龙。旺财，看你把人家姑娘吓的，变小点，赶紧的，不然今晚没鸡腿吃了。金色巨龙似乎听懂了鸡腿2个字，血瞳中的凶光褪去，庞大的身躯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最后变成了一只大概哈士奇那么大的绝世兔。这样才对嘛，过来。缩小版的旺财蹦跶了2下，跑到艾坤脚边，用脑袋轻易地蹭了蹭他的裤腿，发出呜呜的撒娇声，完全没了刚才的灭世凶兽气质。艾坤弯腰摸了摸旺财的脑袋，这才对嘛！你说你不好好待在村里睡觉，怎么钻到这眼珠子里来了？还搞这么大动静！旺财抬起爪子，指了指还在能量紊乱的灵穴之眼缺口，又指了指自己，然后做了个啃东西的动作，最后打了个饱嗝，吐出一小缕黑紫色的能量烟雾。哦，我明白了，你是追着慕容家搞出来的那些毒能量跑过来的，然后把那玩意儿当零食给吃了，结果吃撑了，把通道给撑炸了。刘老爷子看着眼前这超现实的一幕，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需要重启。吃掉了那些侵蚀灵穴的邪异能量，被他当零食。鸡操56，旺财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胃口好，随我啥都能消化。不过嘛，旺财来了也好，正好这灵穴之眼缺个镇守的，以后你就搁着待着，负责把那些不干不净想来捣乱的能量都吃掉，顺便保护一下刘老爷子的祖产，包吃包住，怎么样？旺财眼睛一亮，用爪子拍地表示同意。老爷子，你看我给你找了个顶级保安，纯血龙族，专业对口，工资就用他刚才吃掉的那些坏能量抵了，怎么样？你赚大了。先说好，旺财也是要工资的。刘老爷子看着眼前摇尾巴的顶级保安，又看看一脸快夸我的艾坤，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默默地掏出了速效救心丸。远处，慕容霸天跟慕容绝影2父子大眼瞪小眼。爹，现在咋整啊？洞窟内，艾坤正撸着变小后的旺财，和刘老爷子商讨保安的薪资待遇，主要是旺财的鸡腿供应问题。洞窟外的通道阴影里，慕容霸天和慕容绝影父子俩则陷入了巨大的懵逼和恐慌。爹，龙是真的龙，还被那小子当狗养，我们的计划全完了。闭嘴，没用的东西！龙又怎样？只要是生物，就有弱点。我们慕容家为了今天准备了不止一手。慕容霸天猛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类似遥控器的装置，上面只有一个鲜红色的按钮。爹，这是什么？你还想干什么？我早就在这灵穴核心埋下了超浓缩的昆力炸弹，既然我得不到，那就谁都别想得到。引爆后，整个柳家老宅，连同这灵穴和那条该死的龙，都会化为飞灰。至于艾坤，看他能扛得住几次爆炸。慕容霸天说着就要按下按钮。正在撸旺财的艾坤耳朵微微一动，先帝神魂敏锐地捕捉到了慕容霸天的风言风语。哎，本帝就想安安静静吃个软饭，怎么总有刁民想害朕，还搞爆破，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艾坤，怎么了？没事儿，就是有2只苍蝇，嫌命长，想在太岁头上动土。旺财抬起头，血瞳看向艾坤，去把那2个吵吵的家伙，请过来，注意分寸，别弄死了，吓尿就行，死了还得麻烦保洁阿姨。旺财兴奋地汪了一声，身形瞬间从原地消失，只留下一道金色残影。慕容霸天的手指即将按下按钮的瞬间，一道金光闪过，他感觉手腕一痛，遥控器脱手飞出，紧接着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大力量揪住了他和慕容绝影的后衣领。什么啊？
爹，救我！旺财恢复成3米高的战斗形态，一只爪子抓着慕容霸天，一只爪子抓着慕容绝影，像拎2只小鸡仔一样，轻松的把他们拖回了主洞窟，啪叽一下扔在艾坤面前，而那枚遥控器则被旺财用尾巴尖接住，讨好的递到艾坤面前。搞这些，慕容老头品味挺独特啊，要不然给你染个黄毛，再遮一只眼睛，让你高喊爆炸就是艺术。艾坤，你想干什么？慕容父子瘫在地上，面如土色。饶命啊，坤哥，都是我爸逼我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住嘴！我慕容家自有风骨，成王败寇，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慕容霸天。打住！谁要杀要剐了？本地是文明人，讲究以德服人。再说了，打杀杀多影响市容。艾坤把玩着遥控器，看向刘老爷子。老爷子，这俩货怎么处理？是打包送给有关部门，还是您老自己清理门户？刘老爷子深吸一口气，眼神复杂的看着慕容霸天。慕容兄，你我争斗半生，何必走到这一步？哼！哎，我倒有个主意，旺财不是缺个玩伴，哦不是缺个打扫龙窝、投喂鸡腿的仆人吗？我看这慕容老头身板还行，给他个劳动改造的机会怎么样？包吃住没工资，主要工作就是伺候旺财，顺便反思一下人生。旺财一听，眼睛亮了，用大脑袋蹭了蹭艾坤，表示这个安排深得龙心。他伸出爪子，轻轻戳了戳面如死灰的慕容霸天，是可杀不可辱。辱的就是我最喜欢当案了。至于这个小的吗？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这样吧。废掉那点三脚猫的修为，消除相关记忆，送去偏远山区支教10年，好好接受一下再教育，感受一下人间疾苦。老爷子，您看如何？就依小爱所言，如此处理甚好。柳如烟和苏清然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无奈和好笑。这确实是最艾坤风格的解决方式。事情处理完毕，慕容父子被柳家的人带下去安排后事。艾坤牵着变小后的旺财和苏清然一起走出老宅。这就结束了？不然呢？难道还要开个庆功宴，本地上台发表获奖感言？低调才是王道。主要是累了，得回去补个美容觉。旺财呜呜2声，用头蹭艾坤的腿，眼巴巴地看着他。知道了，鸡腿管够。瞧你这点出息，以后你就常住这灵穴里，帮我看场子，顺便净化能量。有空我带你去找清然富婆蹭饭。我怎么感觉养了一个还得附带一个？格局打开，这叫买1送1，先帝带神兽软饭套餐升级版。老板，你赚翻了好吗？数月后，阳光明媚的上午，艾坤躺在一张定制加宽加大懒人沙发上，旺财趴在他脚边，抱着一根比他还大的特制龙族专用磨牙棒啃的正香。苏清然在一旁的办公桌上处理文件，但嘴角带着轻松的笑意。本来一切应该岁月静好，马上杀青，奈何柳如烟的视频电话突然打来。爷爷的身体好多了，灵穴在旺财的镇守下非常稳定，再也没有蹦迪现象。慕容伯父，现在适应了饲养员的工作，据说还研究出了几种旺财爱吃的新口味鸡腿。那就好，告诉老爷子，顾问费记得按时打，旺财的伙食费也算里面。知道。对了，集团和莱恩的粉色 Hello Kitty 元宇宙挖掘机项目正式上线了，反响出乎意料的好。张总想请你做终身荣誉顾问。没空，本地的业务范围仅限于躺平、吃软饭以及偶尔撸龙，商业活动勿扰。这时门铃响起，苏清然走过去开门，只见程主管和妖艳女等人抬着一个巨大的盖着红布的牌匾站在门口。坤爷、苏总，公司全体同仁的一点心意，祝贺您生活美满，仙福永享。红布掀开，牌匾上龙飞凤舞几个大字，软饭硬吃，先帝至尊。字写了一般，但寓意深刻就行了。挂起来就挂阳台最显眼的位置。碧海蓝天的私人海岛，艾坤躺在遮阳伞上面吹着海风，柳如烟在不远处默默注视着艾坤。无敌真是寂寞啊！不过这种寂寞，本地愿意承受一辈子。清然，我想吃米其林酱香饼了。好，我让厨师准备。对了，记得给旺财加个超大号鸡腿。从此，摆烂先帝艾坤过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没羞没臊的软饭硬吃的幸福生活。至于拯救世界，那只是他摆烂路上顺手做的一点小事罢了。嘿嘿，你不会以为这就完了吧？都已经出现固定的结束旁白了，还没结束。那当然是因为，请看 VCR。没想到吧，艾坤，我龙傲天又回来了。